明明是个普通的花瓶，却能连接2000年前的古代。更奇怪的是，家里总会莫名其妙多出些东西，有时是黄纸，写着有关于战争、干旱、饥荒的事迹；有时是半个就瓷碗的碎片。直到今天，家里凭空出现一件沾血的古代亵衣。许久，顾灵薇才冷静下来。难道是我家祖传花瓶成精了，专门往家里搬垃圾？我警告你，再往家里运垃圾，就把你关到地下室去禁闭。花瓶像存心和他作对似的，下一秒瓶口出现一条染血的麻布绷带。如果不是看在爸爸宝贝你的份上，地下室仓库才是你最终的归宿。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谁知道花瓶下一次会不会给我搬来什么吓人的东西？于是顾灵薇想到了用水把花瓶灌满，她灌了10盆水，可花瓶只装了一半的水。照理说花瓶应该水满了才是，怎么像是漏了一半，怎么都装不满？她怒了，直接将水龙头对着花瓶喷。我倒要看看祖传花瓶有多能装。此时一位古代少年将军坐在上首，军医正给他包扎溃烂的伤口。将军，再拖下去贞观守不了多久，若是这2万将士从后方突围，我等或许能突围出去。陆家军自大齐国建立以来，驻守贞观多年，世代效忠皇权，不仅手握20万军马，小皇帝上台后奸臣当道，在漠北蛮族入侵之际，毅然断了陆家军的粮草，20万人不到1年，只剩下2万人。边关10个月未下雨，大地干涸开裂，百姓种不出粮食，民间已出现一子而失景象。将军，离开吧，蛮子30万大军想困袭我们，末将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您送出去。狗皇帝不值得您把命葬送在这。是啊，将军，突围出城吧。陆清晨双手握紧成拳。贞观一旦失守，漠北蛮族会南下横扫，最后大齐国3000万子民皆会被屠戮殆尽。我不能弃子民不顾，不能弃城而逃。几位将士见此，面容绝望。守城会喜，弃城也会喜，老天要亡陆家军啊！到底该怎么办？还有多少战马？将军，不能再嘎战马充饥了，1万匹战马现在只剩下200匹。嘎，全嘎了，2万将士不能饿死。将士们悲怆绝望。嘎了战马后呢？200匹战马又能维持多久？将军，不能嘎战马，缺少粮食，属下想办法。现在到处都没有粮食，有何办法？我意已决，陈将军执行吧。几位将士面容悲凉，最后200匹战马嘎光，他们就再也没有突围可能，只得被动等死。众人最绝望之时，花瓶传来水流声。水，这是水啊！这是水吗？宋军医憋一捧喝下，清甜湿润，真的是水。将军，真是水，你尝尝。陆清晨一饮而尽。天降甘霖，天不亡我陆家军。几位将士边喝边高兴道：将军，神赐圣水，这是好预兆，大战咱们一定能赢下蛮子。有水就能种粮，一切困难将迎刃而解。找2个大水缸来，水缸接满就搬出去，通知军中士兵带水壶排队打水，城中百姓每户出1人来打水，此事不可透露出去。是，将军。顾灵薇盯着花瓶，半天没装满，她便睡了过去。翌日被电话吵醒时，已经是中午12点。喂，顾小姐，您家里是不是没关水龙头？物业这边显示，您1天之内用了100多吨水，再联系不上您，物业就报警了，轰动全国的。1晚上就用了80多吨水，您知道的。顾灵薇被吓得赶忙起来，发现没有一滴水渗出去。难道我家的花瓶真成精了，巨能装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忘记关水龙头了。这么多的水，这就没了。花瓶能吞水，那能吞盒饭吗？他把1盒饭投进花瓶里，餐盒消失了。哇，我家祖传花瓶能吃盒饭。他把剩下的9盒饭菜一一投喂进去，全部凭空消失不见。好神奇！他们本以为花瓶能一直出水，却没想到午时水停了。正当他们有些失望之时，花瓶却冒出了1盒香喷喷的米饭。将军，是颗颗饱满的大米饭。又是1盒带肉饭盒。有肉，将军你看是鸡肉，神仙没有放弃陆家军，给我们送饭又送肉了。接着又有餐盒掉下来，一共掉下10盒饭菜。几位将领神情激动亢奋，唾沫疯狂分泌，都在努力克制着。你说用大锅熬成粥，诸位将士和我一起食用。好的，公子。陆清晨把剩下的9盒分散交给10位下属，带回家去吃，家人挨饿了半年，给他们补补身子。将军，您家也没有吃的，神仙本就是给你的，你不可再分给我们。是啊，将军，我没有口粥喝就满足了。神仙会再给本将军食物，你们且收下。10位将领面面相觑，想推脱，可又想到饿得奄奄一息的家人，只觉得怀里千斤搬重。多谢将军，我能不能先送回家中？妻子和孩子饿得快不行了。快送回去吧，你们也送回去吧，早些回来，一起喝粥。半炷香后，10位将士回来了，一个个眼眶通红。李叔，一起吃吧，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李叔吃了观音土，已经出现腹胀。将军不用了，您和诸位是将领，还要靠你们退敌，应当多吃点。陆清晨锅底舀了最后1小碗粥给他，他红着眼眶退下了。将士们很快就喝完了。
将军，要不再向神仙祈求祷告，多赐些水和粮食，食和饭实在不够分。还有2万官兵，8万百姓，处在缺水缺粮的水深火热中。来时路上，末将看见2家妇人哭着交换喜鹊孩子，一子而食，还有老人自嘎，叫子孙搭掉自己，只为家人能活下去。如果能向神明祈求赐下更多的水和食物，便不会有这么多人间惨剧发生。陆清晨双手握拳，心如刀割般难受。他不知道食物和水哪来的，亦不敢信世上真的有神明。倘若真的有神明，我为国鞠躬尽瘁的家人不会被皇帝赐系20万陆家军，不会食不存一。可走投无路下，所有怨愤不甘，也只能祈求神明能赐予水和粮食，解决当下困境。我愿进入庙宇，世代香火供奉，哪怕舍弃一身军功，投身香炉，也恳请神明救天下百姓。他展开纸笔，写下祈祷词，致祭神明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可是我对此却浑然不知，还以为家里的花瓶成精了，气冲冲的就要将花瓶塞满。我先是拿起水龙头对着花瓶灌水，谁知干旱半年多的边疆突然迎来了源源不断的水源。随后我往花瓶里扔出不完的盒饭，结果饿了多日的将军捧着香喷喷的米饭两眼冒光。正当我发愁再往里面塞些什么时，却发现花瓶里冒出一封感谢信。怎么还是繁体字？还是用手机翻译一下吧。感谢神明送的水和食物，我是大齐国宁关侯陆家军将领陆清晨，现镇守边塞，欲蛮族30万人把镇关围城洗城，20万将士还剩2万人，镇关大旱，城中20万百姓只剩8万人，求神明再赐些水与食，救救我们。本将愿见庙宇，以身赐炉，世代供奉香火供奉。所以这些垃圾是来自大齐国，可国内史书上并没有这个朝代。他先是用手机打出回信，翻译成繁体字，再照着繁体字写。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我叫顾灵薇，是个普通女孩。你说镇关缺水缺粮，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我一个人养活10万人有些难，但我会力所能及帮助你们渡过难关。他将回信扔了进去。陆清晨听到声响，赶忙起身，神色激动地阅读完信件。不，你是神，你是我的神，镇关10万人有救了，神明答应救我们了。他提笔写信，说镇关当下最缺水和粮。顾灵薇收到回信，这次看懂了，缺水和粮，得养10万人。我就算是富二代，也养不活这么多人。父母虽然给我留下巨额遗产，但大多数是不动产，现金全交遗产税了，卡里只剩300多万了。10万人口粮不是小数目，花费不小，我需要筹集几天。你找个大点的池子清理出来，明天开始供应水。陆清晨看完他的来信，神说他会赐予水和食物，明天开始供水。太好了，将军祈求神明赐水成功了，我们有水喝了，兄弟们就有活路了。我们有水了，也不用等老天爷降水，自有神明给我们供水，我们终于能活下去了。所有人喜极而泣，感谢神明救百姓于苦难，马上派人把水池整理出来。是，将军。顾灵薇在疯狂网购，白面馒头和大饼各来50万个，面条、泡面、菜干各来100箱，20万斤大米，油100桶，各种调料各来100箱，各种肉类各来1000斤，总共花掉180多万。这些口粮10万人大约能熬20天，真养不起啊。下完单后，他又给仓库老伯打去电话。大伯，明天会有大批物资进仓库，卸货时帮忙盯着点，卸完货给我打电话。我是不是疯了？居然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古人花掉180万。正当他懊悔一时冲动时，花瓶吐出了一大堆金锭子和珠宝首饰。发财了，这一堆黄金价值好几千万，当古董去卖，价值更不可估量啊！宁关侯太会做人，我现在特喜欢养10万古人。顾灵薇装了2大箱金锭子和1箱首饰，发现地上还有一堆，装不完，根本装不完啊！我明天去找古董商问问价，看这套酒具能卖多少钱。镇关现在全城被围困，光给水和食物也是在慢性死亡，得想办法帮他们突围，这些花费才是巨大的。翌日清晨，所有人都等着花瓶出水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可是我对此却浑然不知，还以为家里的花瓶成精了，气冲冲的就要将花瓶塞满。我先是拿起水龙头对着花瓶灌水，谁知干旱半年多的边疆突然迎来了源源不断的水源。随后我往花瓶里扔出不完的盒饭，结果饿了多日的将军捧着香喷喷的米饭两眼冒光。正当我发愁再往里面塞些什么时，却发现花瓶里冒出一封求助信。于是我把大量的馒头和肉包丢进花瓶，随后就到了古代大将军身边。将军，是白面馒头，你尝尝。好香好软，甜滋滋的，神仙连吃的馒头都是如此美味，果然与我等凡人不同啊，真好吃啊！众人纷纷附和。刚清理完馒头，紧接着100袋大肉包全部掉进缸里，将士们馋得不行，却也不敢再吃了。陆清晨给他们各分了一份，这些你们带回家去。将军，这不合规矩，食物理应先供应军中。
将军，昨日小儿差点饿死，幸亏食物来得及时，救活了他。今日先拿去军中吧。是啊，现在将士们士气低迷，饿得有气无力，若是把这些食物带回去，一定会令军心大振。给家里送去，剩下全部运回营中。将领们都高兴坏了。他用意念把包子馒头传送完后，立刻把水井和花瓶连接。注意，要放水了。大家都在等顾灵威送水过来。此时将军府门口有流民在闹事。严琴，你出去看看。他出去没多久，围聚闹事的人越来越多。陆清晨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求将军开仓放粮，求将军开仓放粮。将军，求您救救百姓们吧，我们不想被饿死。将军府门前闹事的百姓已有200人，为首是个地痞流氓刘四。将军出来了，大家求他放粮，能不能活下去，咱们全看将军了。将军府没有米，速速离开。将军，有人看到你将饭团给这小子吃，为什么不给我们？你明明就有粮，你是想饿死全城的百姓吗？刘四话音一落，所有百姓都在呐喊，请将军开仓放粮。将军，给我们一条活路吧。我也没有粮啊，早上几百袋面食，要优先供应给军营，否则最后200匹战马不保，此时绝不能松口。刘四见陆清晨无动于衷，把伤痕累累的母子拉到陆清晨面前。说，是不是将军给你们的饭团里包肉？妇人被打得已奄奄一息，喜不松口。你伙同爹爹杀了我弟弟和妹妹，连我娘都不放过，我要嘎了你！小孩被刘四一脚踹翻，他欲踩着孩子胸膛时，陆清晨一剑封喉。很多前来闹事的百姓吓得连连后退，却没有人离开。他们坚信将军有粮，要是能吃上一口，就算喜，他们也认了。将军，来水了！百姓听见，顿时目瞪口呆。陈奎在陆清晨耳旁小声说：神明又送来300斤大米，50斤面粉，全送去军营开火熬粥，先让将士吃上，1个时辰后让百姓排队取水。是，将军。请众位移步将军府后门，1个时辰后放水，不限人数，大家去排队打水，先到先得。拐角处，闹事的主谋一直暗中盯着将军府动向。此时，一个会读唇语的恶霸道：将军府还有300斤大米，50斤白面，要拿去军营。将军府竟然真的有米，还是300斤？这300斤大米够几个兄弟省着点吃上3个月的。如今饥荒年代，他们都蠢蠢欲动，想去抢。魏哥，咱们多叫几个弟兄，看到把米抢了。再等等，你没看清楚刘四的下场。陆清晨是有赫赫战功、拔人如麻的大将军，在他手底下抢食，那是自寻死路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地看着小六等死呢。我去军营一趟，匀1点钟出来，你们几个去打水，继续盯梢将军府。等人散了，刘哑巴小声跟魏广说：真的吗？世上真有神仙？是的，快去打水，这事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盯紧将军府。这边顾灵威刚到古董店，您这里收古董吗？东西呢？给我看看。当他看见镶嵌宝石的3组酒樽，激动不已。仔细查验过后道：这是2000多年前的物件，好东西啊，各大博物馆都没有。等等，还有字，大启御用。有什么说法吗？他神情激动到几近癫狂。竟然真有大启国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但野史有。大启国只存在50年。50年，宁关侯最后还是死了吗？那10万人最终全部沾洗吗？酒樽值多少钱？2个亿。2个亿是保守价，国内还没出现过大启国的古董。野史上这个国家是覆灭于天灾、人祸、战争、内乱。大启曾出现过一位堪比或去病的大将军，野史对大启描写全是奸臣当道，帝王傀儡，天下旱祸，民不聊生，但对大将军全是比拟天降飞龙。大将军叫什么？陆清晨，20岁封侯拜相，被封一品宁关侯，喜时才21岁。他喜后没多久，大启国覆灭。宁关侯，叫我神明，给我一大堆金子的是宁关侯。小友，你打算出吗？酒樽一般成双成对，你若是有1双，我能出价到5个亿。顾灵威心情沉痛，他不想陆清晨年纪轻轻就死了。5个亿够养活10万人，可让他2万人打赢30万蛮族大军，一定不够的。我有2只，5个亿出价少了。穆老满眼的不可思议，立刻用放大镜仔细查看。是了，这是一对保存完美、品相极好的一对酒樽，你出价多少？我要现钱，出价要顶格。你要6个亿？是的，若是老先生出不起，我可以去隔壁问问。等等，我确实没有这么多现钱，你等半小时，我叫人一起合股买下。很快张副馆长就来了，查看酒樽过后道：太美妙了，2000年前的大启国竟有如此精妙做工，可惜这个国家只存在50年。若是宁关侯没那么早起，他会带领大启诛灭其他6国，抵御北方蛮夷，南下收复两广，天妒英才啊！顾灵威握紧包里的酒壶。陆清晨能改变这么多，
如果他没有早洗，岂不是会让大统一提前200-300年？小姑娘，这就遵我们要了，6个亿是吗？是的，能付现钱吗？可以。支付宝到账6亿元。你若还有大企国的物件，你给其他古董商，他们未必懂大企国古董的真正价值，但我们知道那段历史，能给出正确估价。好，我会再找你们的。顾灵薇去了菜市场，把各种青菜、胡萝卜、红薯、土豆、玉米包圆了，包了2辆大货车，送货上门。他跟仓库老伯交代后，紧接着就去了药店，把处理伤口的工具、消毒酒精、消炎药、止血药等西药全买齐了。路过一个书店，又去买了繁体字和简体字偏旁部首结构表、新华字典、赤脚医生手册、民兵训练手册、孙子兵法，各买了30套。回到家后，已经到了传送大米的时间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为了帮助古代大将军解决饥荒问题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3000斤大米和80吨蔬菜，瞬间就占满了整个房间。快把花瓶挪到院中去。很快院中就堆积了如山的蔬菜和大米。镇关没去水前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多品种的菜，这日子真是快乐似神仙啊！下一秒，各种肉类全压在菜上面。将军，这是肉啊，我们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。将军，这些大米和蔬菜够军中士兵吃1个月，有了肉能吃更长时间，我们再也不用因为缺粮草而发愁。大家很是开心。收拾好院子后，花瓶又冒出来大量的药物、医书、军用训练手册和孙子兵法等等。将军，这些文字怎么跟我们的不同？陆清晨一看叠繁体字和简体字偏旁部首结构表，瞬间看明白了。这是神明所用的字体，和大企国字体有区别。字体化繁为简，以后对照偏旁部首结构表变字。他拿起军用训练手册，如获至宝。此书乃神赐之物，所有人都要学习，军中太需要了。将军，神赐之书，居然还有教如何作战的，居然还有兵书，可否赐属下1套？拿去吧，每人可拿1套。将士们一一道谢。将军，这是药，陆家军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药物啊！有药，军中几百个受伤的士兵就有救了，您的伤口也能愈合了。原以为神明会觉得我所要太多了，没想到会主动送来那么多实用的东西。这个是赤脚医生手册。他看见有应对瘟疫的方子，欣喜若狂。将军，这有治疗各种瘟疫药方，有了这本书，大齐国的医者们再也不会对瘟疫束手无策了。宋军医，你拿回去研究，还有这些药物如何使用，包装应当刻印使用说明。他把新华字典和偏旁部首对照表给了他一份。尽快了解这些药物使用方法，多挽救士兵性命。是，将军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有水有粮有药，感谢神明赐予的一切。翌日，顾灵薇收到了小包裹和一封信。我已开设粥棚，全城百姓排队领粥，礼物都是百姓们为了感谢神明所赠的礼物和贡品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，我怎么会嫌弃？城内有水有粮，一旦透露，漠北蛮王定会疯狂攻城。我们只有2万士兵，无法抵挡蛮族30万大军。我想采购大量糯米、石灰、砖头，修城墙，加高加厚。另外还需要可以制作兵器的青铜矿石。好的，我这就去给你采买。青铜矿石可换成钢筋，现代大家都用沙子搅拌水泥，砌上砖头，城墙也很稳固。可是现代的方法，我要如何教会古人？他找到了一个平板，下载好工程建筑视频和平板使用方法和充电宝，一起投入花瓶。陆清晨很快就学会了平板的使用方法。顾灵薇办事效率很高，当天下午陆清晨就收到了大量的沙子、水泥、砖头。这是何物？陆清晨拿出教程给他们看，水泥和沙子该添加多少水，怎么配比都写得很清楚。原来这是神仙给我们建高墙用的，只是神仙世界所用的材料与大气不同。随后一大批钢筋从天而降，这是金铁还是金刚？在整个大齐国，铁是稀罕物，钢堪比黄金贵重。是钢，将士们全都欣喜若狂。金刚啊，比铁还要坚硬的钢，有了金刚，我们就能重新打造新武器了。将军，这批金刚交给末将，我已在城中登记铁匠名录，有了碳和钢，马上就能打造武器。好，去吧，多组织些人手，人不够向百姓们征召。天齐，发布征召令，但凡被录用者，每月发放2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颗白菜，打造武器期间包2餐食宿。多谢将军。感谢上苍，感谢神明，救陆家军于水火。传令下去，在百姓中征召士兵，但凡参军者，每人每月可得5斤大米、2斤面粉、3斤蔬菜。马上去告示。是，大将军。修筑城墙和打造兵器同时进行，选体格好的士兵看管军粮仓库，增派人手巡逻。记住，宁嘎错嘎，不可放过一个。是，末将领命。顾灵薇这边忙活了一天，晚上却睡不着了。陆清晨，休息没有？咱们来聊聊镇关要如何突破防守。想起古董老板说过陆清晨的结局，顾灵薇想拯救陆家军。他若能活下来，历史上一定会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陆清晨许久才传来回信，城内有粮，瞒不住的。我还在想破局之法。今日在城内征召百姓入伍，城内8万人，至多能征来2万新兵，4万对30万，人数相差太大。我会帮你想办法，
既然征新兵了，可有军备？譬如刀剑、长矛盾牌、盔甲、弓箭、武器都有吗？要是你们有枪就好了。如果有枪，2万人对上30万，一定能够嘎出重围。可是国内禁止热武器，难道我非去大国购买？他打开手机，看见某音某宝上有古代铠甲出售，6000多一副，4万人得要2.4个亿。现代铠甲也不知道能不能抵御蛮族刀剑。他咨询10多个商家，有一家专门做仿古兵器的，视频连线了解后，谈妥价格后，当即下单了1000副盔甲、5000唐墨刀、100秦弩，还有其他仿古兵器若干，总共花2.2个亿。明天得去卖点古董了。见他许久没有回复，陆清晨又传来几张纸，让神明忧心，是我的错，我定不会辜负神明，会带领全城百姓突围。神明睡下了，我不再打扰。顾灵威看见了，立即回复。我去帮你购买军备物资了，买了1000盔甲、5000唐墨刀、100秦弩。唐墨刀和秦弩是何物？平板电脑传过来，我给你下载教学视频。他下载好视频，唐墨刀和秦弩的正确使用方法，又把如何对付游牧民族的战役全部下载。陆清晨看到唐墨刀和秦弩视频，血腥的力量。相传墨刀在一挥之间，就可以将骑兵连同战马同时斩断。在墨刀的砍杀之下，敌人血流成河。据唐代兵书《太白阴经》记载，墨刀威力巨大，锋刃所加，流血飘出。还有许多战争书籍，很是激动。神明，太感谢了！兵书和游牧民族作战经验，我很需要。不用谢，早些休息吧，我准备放水了。翌日，你装备一个装武器的仓库，第一批装备马上就要送到了。这是盔甲、唐墨刀、秦弩都到了吗？宋铎，把武器仓库清空出来一个。刚清理好，无数柄长刀整整齐齐落在墙角。将军，好刀，金刚打造，锋利坚韧，吹毛刃断。好刀。属下打造兵器这么多年，未见如此坚韧锋利长刀。昨日拿金刚锯锻造，金刚坚硬，熔点高，无需再反复锻打，能直接制作武器。今日见到这匹墨刀，还是差太多。这就是神明所赐予的军备吗？比大齐国强不知多少倍。忽的仓库又落下上千副铠甲。宋铎用刀鞘重击铠甲，铠甲没有凹陷，只有轻微划痕。将军，这铠甲太好了！若我们有10万士兵，手持墨刀，身穿重铠甲，不说蛮族，其他6国也不放在眼里。只可惜铠甲只有1000套。最后落下是秦弩。将军，这秦弩咱们有多少？100多。是，太少了。将军，秦弩对咱们陆家军作用极大，可否让神明多赐点？对啊，将军有如此利器，陆家军定能守下镇关。你们只知索取，从未奉上贡品，不论粮米还是秦弩，神明需向外采买。全城10万人，你们可知神明每日花费多少？听言，所有将士都面露愧色。将军，末将知错，回家后开库房，向神明送取钱财，求神明再赐秦弩。这秦弩于我军来说是铡人利器，末将也愿奉上财物。如此，本将军向神明求弩。铠甲和墨刀优先分发给头兵，铠甲配上墨刀，3人靠背成组，能抵挡蛮族最凶狠的骑兵。另外，选出臂力大的弓箭手，组骑弩队，只练秦弩。顾灵威刚到古董店，老板就迎了上来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今天我却收到了古代大将军的小包裹，转身就买了2个亿。小姑娘，你终于来了。上次你送来的9尊已经呈上去了，咱们历史要加上大齐国，这多亏了你啊！穆老的古董店是和博物馆合作的，我只是售卖古董，还能为大齐国存在证明吗？这次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给我看看。这就是大齐国铸青铜钱币，哥，背面有铸，大齐铸造，真是大齐国的钱币。你包里应该还装有其他东西吧？这是大齐国的竹简，有文字记录的竹简，太珍贵了。穆老心情异常激动。小姑娘，你出售竹简和3枚钱币是吧？我都要了，2个亿如何？可以，您得尽快打款。好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顾灵威查看银行流水到账了，和穆老告别后就去了乡下。卖瓜了，5毛钱1斤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顾灵威把整片瓜田都承包了，当场结账，瓜农喜出望外，决定送货上门。村里其他瓜农听说他5毛收，纷纷拉他去自家收西瓜。他把一个村子的水果和家禽都承包了，载满6大车。陆清晨刚把营帐扩大1倍，就掉下大量西瓜，砸得将士们满头包。大家赶紧跑出营帐。各种水果下完后，接着是大量家禽落下。将鸡是活的鸡，1年了，我终于看见一只活物鸡了。有了鸡下蛋，再孵小鸡，咱们军营里就有源源不断的鸡蛋吃了。接着落下来一封信，我又加购了4万盔甲，盾牌1万，秦弩5000，箭羽30万，长剑、长戟、长矛、戈等等各3000。看见这庞大的兵器数量，不由得颤抖。
太贵重了，这么庞大的军备武器，任何一国都拿不出。有了这些兵器，陆家军能抵御蛮族，护佑百姓，稳住大齐万里江山。感谢上苍，让我遇见世界上最好的神明。凡神明需要，我父汤蹈火，万喜不辞，以叩谢神明对陆家军的支持。将军救命！小兵把浑身是血的男人拖入将军府。你是何人？怎会受伤？我是刘哑巴，就在3天前将军府开仓放粮。赵有才想向外面传递消息，我和逼迫魏广说出密道，想引蛮族从密道进入镇关，攻击将军府抢粮。我们洗手不说，被折磨了2天2夜。我逃出来了，现在魏广快不行了。天琴，传令下去，去赵有才窝藏点抓人。上百名陆家军来到藏匿点，已人去楼空，而躺在地上的魏广已奄奄一息。还有戒，宋军医，给他服下1粒保命药丸。魏广才悠悠睁开眼。将军，赵有才知道密道所在了，马上去镇关南山抓人，或许还来得及。陆清晨他们到达山脚下密道入口时，大门已被打开。田勤率先带路，1个时辰后看见了蛮军和赵有才。带骑奴了吗？带了一副。陆清晨连放3箭，对方陆续停下。见状，他们搬石头堵住洞口，所有人慌忙逃窜。撤！陆清晨回到将军府时，将军，镇关有粮，彻底瞒不住了。明日或许半夜，蛮族会大军压境，兵临城下。陆清晨留下100人守在洞口，是无法抵挡蛮族30万大军的。将军，蛮族压境了。原本在距离城门30里外驻扎，再挪动，越来越靠近城门了。将军，末将带人应战。所有将士听令，准备应战。是。陈武带3000人马，带骑奴队，洗守天然洞穴。末将听令。其余人驻守城门。是。陆清晨站上城楼，看着光点不断一进，他得抵挡主大军，堵住被暴露的洞口。陈武那边有任何动向，一定及时汇报，须马牵出30匹，给他们传递消息。是，将军。众人忧心忡忡。将军，问问神明吧，或许他有神物堵住洞口。是啊，将军，眼下大军压境，没时间犹豫了。神明无所不能，一定有法子的。在众人充满希冀的眼神中，他拿出纸和笔，写下当前镇关困境。顾灵薇刚准备睡觉，就看见陆清晨纸条：大军压境，城内出了细作，把通向城内外的洞穴暴露，现在要尽快堵住洞口，否则蛮族洞口进入镇关，里应外合瓦解陆家军。顾灵薇比陆清晨还要着急。我买了这么多粮食、水果、蔬菜、布匹、军备武器，花了2个多亿，还没送过去，镇关就亡了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等着，我帮你把大山炸了。顾灵薇爸爸生前有些人脉的，他从爸爸就手机上联系到爆破公司的高层。微微，咱们有空打电话给叔叔。肖叔叔，我想买大量爆破炸药，您这边卖吗？你要拆迁什么大楼吗？炸药是危险品，售出都要有记录。叔叔，我只要炸药，需求量大，能炸山体的那种。不行，你这孩子不是胡闹吗？叔，我市面上5倍价格购买。不行，微微，叔不能让你买来去做坏事。叔，我这是救人的，不是做坏事。10倍，你就说卖不卖吧。你要是不卖，我就去买烟花爆竹。对方犹豫了5秒钟。行，叔叔卖给你，但你要给我做个保证，不管你买来做什么，不能在国内使用，不要弄出人命，后果自负。好。顾灵薇把爆破测量、炸药使用安装教学视频发给了陆清晨。我去买大量火药，一定能炸掉洞穴密道。切记，安装使用时注意安全，这玩意能炸死你们全部的人。很快，他们在一个偏僻的仓库会面了。全仓库都是残次品，有退货品。你出了事，记住与叔无关。整整一仓库啊，能够炸山吧？哈哈哈，叔，我全要了，多少钱？萧华愁眉不展，他实在没想到会全部要了。你可知道这里有多少？如果流出去，叔叔，我还年轻，刚继承100亿家产，没这么想不开用炸药来害人。我真的是用来救人的。你开个数，我今晚上就运走，绝不对外透露。萧华伸出2根手指，2000万，行，我全包了。萧华瞪大眼睛，他本想说200万，他挣扎犹豫，最后还是败给贪心。行，你付钱连夜运走，我去公司做个备案，说残次品全处理了。顾灵薇当场赚了2000万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无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为了帮助古代大将军击退蛮族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一个大杀器，瞬间就把所有蛮族人炸飞。卧倒，所有人趴下。山体碎石被炸成粉尘，他们被爆破的威力深深震撼到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地动山摇的。不好了，小王爷，地龙翻身，山洞崩塌了，1万人全部埋在里面，全军覆没。你说什么？尚未开战就洗了1万人马，好不容易找的山洞就这么被埋了。陆清晨，本王发誓一定把你生吞活剥。军师见他状态不对，小王爷，今日不宜再攻城了。你说什么？洗了1万人，你让本王这么就算了？
今日巫师卜了一卦，并非攻城的好时机，地龙翻身，大山崩塌，30万人全部折在这，得不偿失。在下让巫师占卜，地龙翻身何时结束？咱们再攻城。你可知城内有水有粮，不拿下镇关，我们的人马会背后斗可喜乐喜。我不管什么的龙翻不翻身，3天内本王一定要拿下镇关。他听到镇关城内有水，又变了一副面孔。小王爷，正因为城内有粮有水，咱们才要从长计议，不可莽撞攻城。攻城也要有章法，从城门攻，城墙又加高了，工程车高度不够，得重新打造。确实，镇关城墙加高，现有的工程车矮了，兵先行撤退，工程车马上命人做高。退兵，来势汹汹的工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化解。另一边，陆清晨等人刚到城内，将军退兵了，蛮族退兵了。哈哈哈哈，退得好啊！咱们有炸药，再不退炸死他们。洞口有许多蛮兵，现在肯定被埋在山里，哈哈，真是畅快啊！陆清晨也笑了。顾灵薇传来纸条，怎么样？爆破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蛮族退兵了。哈，就退兵了，伤亡怎么样？多吗？无人伤亡。哈哈哈，竟然无人伤亡，蛮族怎么退兵的？山体被炸毁，蛮族下道已经退兵5里外。神明，我代表陆家军感谢您所赠的炸药，大胜而归，且无伤亡。顾灵薇比他们还开心。你找个空旷的房子存放炸药，周围不能有一丁点火星子，不能温度过高，否则会方圆100米会炸为平地。陆清晨蓦地神情紧张。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神明说寻找房子存放炸药，不然炸药会伤其自身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！我还想如何向神明求炸药，他竟然主动送给我们。将军如此嘎人利器，蛮族再次攻城，咱们也有多一层依仗。哈哈哈，宋铎找个空旷小房子，记住，周围5里内不能有平民，找几个信得过的亲兵在周围巡逻，他们亦不能靠太近。属下领命。本将军在此立誓，定会带你们嘎出重围，平安送你们回京。有神明赐予的炸药和秦奴，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水，我们一定会赢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有神护佑，一定会赢。我们不可辜负神明的倾力支持。翌日，300斤粮食到了，仓库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就在仓库里。一袋袋大米面粉落进仓库。300万斤，真的好多好多啊！快把仓库堆满了。看见这些粮食，大家都激动不已。陆家军终于有粮食，4个月内不会有人再饿肚子。神明他真的从不食言。将军，徐怀将军来信了。陆将军，敌人愿意借兵出征镇关，出兵条件是要200万斤粮食，还要给我提供炸山的利器。莫不是那老匹夫在军中安排了细作？以前跟他借兵，他置之不理。听说镇关有粮了，一大早连续来了2封密报，果真恬不知耻。就连一直让他们坚守镇关的小皇帝，竟然也来了密报，要他们一定把粮食护好，绝不能让蛮族抢了去。配陆家军20万人，牺牲至2万人，还下令洗手。知道我们有粮了，竟然让守住粮食。至于城破不破无所谓。此时又掉下无数箱泡面、火腿肠、自热米饭，所有人既震惊又惊喜。将军，这米用水就能蒸熟，还带菜包。将军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对行军作战长途奔袭有大用。咱们马背备上几盒，不会挨饿。泡面已经足够方便了，没想到神明还送来此物。把自热米饭、矿泉水都搬出来，方便面和火腿肠送去将军府后线一半，军营留一半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城墙来报，直至午时，蛮族都没有进攻，在城外10里地驻扎。他们在等一个契机。听说罗葛靠巫师卜卦来攻城，末将也是这样想。咱们若能出城就好了，不必困袭在镇关。去找几个聪明点的兵来城楼学习如何埋炸药。陈武震惊，您是说埋炸药炸？夜晚偷偷去，在蛮族攻城路上埋。好，此法妙极了。此时有士兵前来送信。将军，大永国来信。陈武见他面色不佳道：将军，信上说什么？永国边境的岳洪将军来信，在拉拢我。陈武看完信件，气得骂娘：他娘的！老子说岳洪这厮怎会来信？将军和他并无交集，原来打听到咱们城内有水有粮，才盯上咱。若大起国灭，第二个就轮到他大永国，他作弊上官罢了。将军，此子居心不良，咱们可不能上了当。论国力排第1为大楚，第2永国，第3为大齐。楚国和永国为世仇，两国战乱不断，不然早已吞并其他4国了。连永国都知道我们有粮有水，怕是楚国也知道了，给岳洪回一封信。将军，这事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小皇帝虽对你起疑，但先皇对陆家军委以重任，很信任你的。大不了等班师回朝，咱帮你干掉苏丞相。陆清晨摇头：我父辈世代为齐国效力，绝不会投靠永国。你修书一封给岳洪送去，让他带人前来投靠。一个兵每月领6斤大米、4斤面粉、1桶油、1包白盐，他人来多少，我就收多少士兵。哈哈哈，好，这个主意好，狠狠地羞辱他。接着他又忧心道：那咱有粮食的事彻底被捅出来了。消息已经瞒不住了，为了粮食，你说楚永2国会派兵来驱赶蛮族吗？
会，他们会为了粮食和水，先驱赶蛮族，两国再打一仗，赢的人攻城，抢夺咱们的粮食。是的，等神明第二批武器来前，得把城外的吃水搅浑才行。武器一到，不管是楚国和永国胜出，都不是陆家军对手。陈武大笑道：“将军，您的脑子比墨江好用。你再修书一封给楚国，说永国士兵投诚陆家军，每人每月能领6斤大米、4斤面粉、1桶油、1包盐。若是楚国士兵投靠陆家军，在此基础上另添1斤肉、2斤菜。”哈哈哈，好，墨江这就去办。去找人来学习埋放炸药，东西南北4个城门也要埋。是，墨江马上去办。一切看似风平浪静，陆清晨有预感，蛮族3天内会再一次更加凶猛的攻城。这时花瓶飘来白纸：陆清晨，你准备一个大仓库，用来装西瓜，有300万斤，其他蔬菜瓜果若干。陆清晨无奈地笑了：神明，上次送来的西瓜还没吃完。瓜果能补充维生素，对士兵和百姓身体好，你先让人挖个坑放着也行。好，我马上让人去办。对了，蛮族退兵了吗？还在10里外驻扎，随时有可能进攻。10里外驻扎，现在陆家军没有一战之力，就算把全部炸药给他们，也搞不定30万人。你先把地图、蛮族驻扎地标出，沙盘、拍照给我，再拍下周围环境，复盘前面几次攻城，我让万能的网友们出主意。陆清晨把地图和平板传送过去。若可以请神明催一催武器何时能到？秦奴对战蛮族有大用，且埋下炸药无需人去点燃，用秦奴点上火，射出点燃炸药。你把炸药全埋了，不够，我给你多送点烟花爆竹，烟花爆竹能吓退马。若是这次赢得漂亮，我送所有人1双运动鞋。多谢神明，我会和士兵们说的。他把沙盘、地图以及图纸上标记了蛮族大军驻扎地，发布到国内高校学生聚集的论坛上，求助万能的网友们。如此绝境下，陆清晨该如何突？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无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正当古代大将军为击退蛮族30万大军发愁时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游击队作战视频和大量鞭炮。啥情况？搞错了，再来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袭我打，敌退我追，游击战役超不断。大步进退，诱敌深入，击攻击，各个击破，运动战中歼敌。陆清晨和将士当场拍板，用神明传授的游击战。如果能潜入蛮族马厩，在马屁股上挂鞭炮点燃，军马受惊，搅乱蛮族大营。可他们连正关都出不去，何谈潜入蛮族马厩？就在此时，宋铎走了进来，在陆清晨耳边低语：“此话当真？”“是，将军。他说出城有2条密道，分别通向南北方向。”“好啊，这魏广有大用。”“是上次救助的街头混子吗？”“是，他说出城还有2条密道，做生意的商人为躲税洼地，那2条密道分别通向南北2个方向。”“将军，此事交给我们兄弟，我们带人从南北2面直奔马厩，天黑放炮就跑。”“你们都带马粮，注意安全，被发现就先行回来。”“是，将军。”“是，将军。要平安归来啊。”1个时辰后，10里外方向听见鞭炮声响，马匹受惊，蛮族军营大乱。我们成了！将士们欣喜若狂。半个时辰后，陈奎、陈武带200号人，毫发未损回来了。哈哈哈！蛮族马厩管理松懈，他们太放心了，从未想过我们会出城，主动攻击他们。将军，神明传授，敌退我进，此法对蛮族是有用的。蛮军纪律松散，不似陆家军纪律严明。明日开始，我们打游击战吧。好，蛮军今夜自顾不暇，不会攻城了。陈奎、陈武将军，安全带人回归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，我建议的方法果然有用。顾灵威满脸忧愁。我问了著名历史学家，他说野史记载，你会战死在镇关，镇关最终会被楚国、永国、蛮族3方联合一起攻破。你在最后破城时被永国士兵群攻嘎死。陆清晨，我希望你活下去，还要提防楚国、永国和蛮族联手。他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把纸条投入花瓶中，边在蛮族营帐中跑走了2000匹战马，3000多士兵被踩踏，才洗几百个人，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人影都没抓到。小王爷息怒，罗葛目光阴冷看向他，你说是谁干的？刘玲踌躇片刻回答道：“是城内的陆家军。”罗葛更生气了，你看见他们出城了没有？谁看见？城门12个时辰都有人盯着，但凡开出一条缝隙，箭矢就会射出去。他们要把受惊的爆竹哪来的？地里长出来的吗？刘玲低下头，镇关除了我军和陆家军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前几天抓的永国探子，给本王严刑拷打，去问永国是不是要和漠北王庭作对。我现在就去。此时他们又听见爆竹声，罗葛气得走出帐外，爆炸声更加清晰了。
报告王爷，城北有敌军偷袭，军马受惊，陆家军从城内赶出来。魔莲将军追击陆家军时，被他们的炸药炸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魔莲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可是漠北王庭的摔跤勇士，没人是他对手。魔莲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军。罗葛怒道：来人，派兵增援城北驻地。我倒要看看，是陆家军搞的鬼，还是大永国都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嘎袭我的人。报告将军，城南营地被偷袭，帐子被点燃，马儿受到惊吓全跑了。对方的箭弩射程太远，几位副将刚出营帐就被射嘎了。全副武装支援城南城北。是将军。主力军15万，西南北城门各驻军5万人，对战陆清晨的2万人，如何都是稳胜，怎会如此？镇关城墙上，陆清晨遥望着蛮族大军方向，游击战开始了。陈奎、陈武、吴三郎田勤分2路，各带领3000人，背上鞭炮和炸药，来到南北两边的蛮军驻扎地。恰在这时，他看到顾灵威信上所写，满脸震惊。我写在今年虚岁21岁，镇关城破与三方联合攻城吗？既然神明给了我指示，我断然不会让他们联手成功。突然，城南和城东之间有巨大爆炸声响起，哈哈哈哈！又成了。南北城门的道路上，宋铎激动地大喊：“将军，成了！埋下的炸药如此频繁的爆炸，一定炸死了成千上万人，咱们不会被困死在这了。”将士们激动地喜极而泣。陆清晨连忙给顾灵威回信：“我们晚上开始打游击战，先攻击南北城门，引诱漠北王的亲弟罗葛出兵增援，炸药埋在他必经之路的半路上，现在只需等结果。”妙啊！现在炸死了吗？我想应该炸死了。凌晨3点半，赢了，陆家军赢了。这一战不仅是扬眉吐气，更是给无数战士们带来自信和希望。我高兴啊！我砍喜整整100多啊！好久没有如此痛快了。将军，我看见罗葛被炸下马了，他很有可能已经死了。你确定真把罗葛炸了？漠北王可是很信任这个亲弟弟的，给30万兵马给他攻城。哈哈哈，我敢确定，他不死也是半残了。将军，神明给的炸药太好用了，今天嘎死的蛮兵4万2千人，有3万多是被炸死的。你能不能向神明多要炸药啊？这是咱们以少胜多的关键。我试试。游击战首节大获全胜，歼灭蛮族4万2千人，蛮族统帅被炸下马，升喜未知，鞭炮、炸药立了大功。我恳请神明多赐炸药。赢了，哈哈哈！我就说陆家军一定会赢的。李元忠和林大军准备攻打第2场游击战。翌日，顾灵威去了古董店。穆老，这瓷盘值多少钱？5个亿怎么样？我给的价格已经到顶了，就算你拿去拍卖会，也拍不出这么高价来。可以的话，我现在打钱给你。好，这瓷坛好啊，太好了，5个亿我算捡了漏。皇后专用器具，治了，哈哈哈。顾灵威回到家就发现花瓶上有一张纸条。神明，第2轮游击战，李元忠和林大军带队，不辱使命，大胜而归。在敌军毫无防备的皮态下，我军偷袭成功，嘎死1万多蛮军。哈哈哈！一天内嘎死5万蛮军，那么30万人还远吗？神明，此次能赢，是仰仗您赐予的炸药。炸药2场战役几乎用尽，可否能再赐予？我不白拿这一箱珠宝首饰和你换炸药。顾灵威没有理由拒绝，因为他给的实在太多了。好，炸药是违禁品，需要承担风险，我尽量试试看。多谢神明。第一批盔甲和骑奴何时到？今天下午会到一批武器，数量不太多，我已经催了。谢过神明，我不便打扰了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。正当古代大将军为击退蛮族30万大军发愁时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游击队作战视频和大量鞭炮，紧接着又拨通了萧华的电话。萧叔叔，我还想要一批礼物，数量越多越好，质量的高，要尽快。礼物是哒，我们被抓是要吃橘子的。5000万，数量是上次的1倍，质量要比上次的货好。尽管萧华告诫自己赚了2000万要收手，可是5000万他又心动了。6000万，萧叔叔，我知道你有门路，这笔钱不是小数目，你放心，我不是买来做坏事，盯不到我。顾灵威的加价让萧华绷着的弦终于断了。你把钱打给我，我让厂家半夜把货走国道运过来。记住，我不管你买来做什么，绝不能在国内使用。好，萧叔给你打1半的款，到货后我再给你结尾款。行。他马上给陆清晨传纸条，我订购了一批礼物，晚上运来，最多明天早上到。陆清晨传来纸条，多谢神明，是我让您为难了。客气。莫凡询问100双鞋什么时候到，他也想要一个平板电脑和一些糖果。莫凡是早上送给他一箱首饰金器的小柿子。这位可是大财主，他这点小要求当然是满足他了。鞋子、平板电脑、糖果，半个小时送到。他先是在某华旗舰店购买平板电脑、手机、充电宝的20个，接着又去隔壁店里买了太阳能充电板、大太阳能灯和太阳能风扇的20个，店员送货上门。
回到家，他又立马下载蓝牙传输的教学视频、军事历史书籍、各种兵书、10万个为什么、中医药大全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书本内容、网课全部都下载好。陆清晨看见顾灵薇传来的纸条，神说第2批装备武器下5刀，下一秒数个平板电脑、充电宝、手机、太阳能充电板、太阳能夜灯、太阳能风扇全部掉落在桌子上。我买了平板电脑、手机、平板电脑，下载好了现代军事知识，如何使用蓝牙传输到其他平板电脑上，有视频教程，有一部平板是送给莫凡的，下载了几款象棋、围棋、五子棋，可以打发闲暇时间。顾灵薇详细的讲解了关于太阳能产品的使用方法。莫凡拆开了一个小风扇，妙哉，能自动吹风，此物很方便，我要了。莫凡本是皇帝派来监视并瓜分陆清晨兵权的，奈何纨绔只想着玩，这部新奇东西看一眼就会了。是下我该离开的原因，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。天啊，世上居然有如此犹如天籁的音乐，神明所在的地方是如此奇妙。众人满眼震惊且充满向往。分发完东西后，并按照说明书安装好太阳能落地扇后，凉爽的风吹到每个人身上。此物巧夺天工啊，只需照太阳就能转动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是啊，马儿跑还得喂草，这叫风扇的物件，只要晒晒太阳就能自己转动。神明世界的物件是如此惊奇，好凉爽，哈哈！我晚上睡觉再也不用被热醒了。把太阳能灯安装在4个城墙上，每个城墙间隔20米，装一个太阳能灯，剩下的装在指挥仓库、房里和军营出入口。是，将军。传送完毕后，防弹衣全部卸在仓库了。紧接着50万个馒头和50万个葱油饼全部到货。此时米行老板打来电话，顾小姐，我又调来了300万吨的粮食，加了50万吨面条，另外有3辆大货车的抗洪物资。你的货来源证吗？那必须证啊，我粮食来路是过了明路的。我姐夫开的米厂，厂子里的大米全部来自东北，只要你需要大米，我就能源源不断的运来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论我往花瓶里扔什么东西，都会出现在古代大将军身边。为了帮助古代大将军解决饥荒问题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400万斤粮食，瞬间就堆满了整个粮仓。几位将领喜极而泣。将军，如今我们库存有700万斤粮食，足够全城百姓生存1年多。半个月不到，我们从吃人的炼狱变成幸福的天堂，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这一切美好的不现实，可这就是真的。将军，葱油饼真香啊！我建议出征士兵带上2个，再带2瓶水，万一出事不能及时赶回来，短时间内不会被饿死。可以，你让人去派发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面对这么多粮食，他们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因为最近神明给的太多了。这时顾灵薇传来字条，武器装备到了。到了，装备终于到了，盔甲2000，秦弩5000，箭雨20万。将领们瞬间欢呼雀跃。将军，我们真的太需要秦弩了，没想到神明竟送来这么多。秦弩射程极长，2次伏击满组，不用点燃炸药，直接秦弩箭头沾上煤油，点火一气呵成。唐末刀1万柄，长戟、长矛、戈、剑、刀各2000柄，防弹衣5万件。唐末刀1万柄，这么多！这批武器来得太及时了。天琴、宋铎，这1亿，我亲自上战场。将军，不可，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。是了，将军，万万不可啊！他一旦死亡，神明给予陆家军的一切戛然而止，他们赌不起。我16岁上战场，参加数次战役，而今我们没有炸药依仗，作为主帅，我更要以身作则，战场嘎敌，我怎能躲在后方？放心，有防弹衣和盔甲，我不会有事。众人还想再劝，陈武、陈奎阻止他们。将军作战经验比我们加起来还多，他是宁关侯，爵位是用军功挣来的，哪怕人数悬殊，装备领先，蛮族没有主将，陆家军一定不会输。好，将军，我们等你大胜归来。将军，众将士期待您凯旋。好。大军出征前，莫凡赶到了。你别洗了。不会。所有人准备完毕，威风凛凛的少年将军即将踏上他的征程。当顾灵薇知道他亲自上战场，心急如焚，从下午5点一直等到晚上8点，期间他传了10多张纸条，没有一张纸条能送过去。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我购买了这么多物资，每天晚上睡觉都在想着要如何改善镇关人民生存环境。等你解决蛮族，统一华夏，我还要给你送地球仪和世界地图，给你买很多大船，支持你扬帆起航，征服全世界。他还有太多的梦想，希望陆清晨能帮他实现。他真的不希望陆清晨出事。晚上9点，陆清晨传来喜报：神明，我赢了！北门驻军4万人，秦弩射嘎2万，剩下1万人被陌刀队斩嘎，还有1万人逃窜。神明，我陆家军真的赢了！这1年来，蛮族打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他此前胜过数次蛮族，却差点熬死在镇关。这一役打得他身心舒爽。陆清晨很开心，传去第2张纸条和他分享。
宋铎，天秦带队在南门用秦弩和陌刀共嘎袭25000人，获取活战马600匹，马肉无数。南北门驻扎的蛮军被我们一锅端了。今日我实在太痛快了，神明，我感谢你。顾灵威也很高兴。秦弩和陌刀用处这么大，人数差距巨大，装备优势，竟然嘎得蛮族不费吹灰之力。我给你们点菜，今晚上大家吃一顿好的。多谢神明。今日大获全胜，蛮族30万大军只剩下20万了，陆家军喜亡1000多人，受伤2000多。将军，药物快不够用了，消炎药、止血药，尤其是能注射的，很好用，让他多弄点过来，要快。好。陆清晨写了纸条传入花瓶中。吴三郎，安排好伤亡士兵、战血的士兵家属能得到1袋100斤大米、50斤面粉、1箱面、5包盐、3桶油。受伤士兵每人50斤大米、30斤面粉、2包盐、1桶油。是，末将遵命。顾灵威看到他的信件，立马就去药店购买了大量消毒酒精、消炎药、止血药，还需要大量青霉素、破伤风，可这些药店没有卖的，只有3甲医院才能开的。顾灵威很着急，突然想起二舅妈在药监局上班，他把第一批消炎药传过去后，立马拨通了二舅妈的电话。微微啊，这么晚了，吃了没？二舅妈，我急需大量的青霉素、破伤风，您能帮我找找药厂的关系吗？你要破伤风干嘛？3甲医院或疫苗接种站才能注射。救人，二舅妈你别问了，我要大量，可以市面上2倍不3倍价格购买，帮我牵个线吧，我给你200万介绍费。别说话，记住，你今晚没有跟我打过电话。二舅妈电话挂断了，她有些气馁。忽然她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信息，打这个电话号码是二舅妈发的短信。他拨通了电话，最终以4倍的价格购买了大量的青霉素、破伤风、消炎止痛药、麻醉，只给了2箱。接着顾灵威给表弟卡里打了200万，让他转给舅妈，备注是侄女孝敬舅妈。货到后，他全部打包送了过去。青霉素、破伤风等药物一定要做皮试，皮试按照说明书操作即可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。我先是把花瓶丢进大海，谁知干旱多年的边疆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随后我往花瓶里扔料钱的冰块，结果炎炎夏日瞬间就变得天寒地冻。正当古代大将军疑惑时，我往花瓶里扔了一封信。我把花瓶丢进大海里了，水可以无限公用。另外我买了猪肉和1车冰，你挖个坑把肉和冰块放进去，这样气温再高也能多存放几天。马上让人去挖一个大坑，铺上油布，马上会有新鲜猪肉和冰块送来。陈武喜出望外，这可是猪肉啊！要知道饥荒年大家都在啃树皮，而他们却能吃上猪肉。是，末将遵命。此时莫凡拿出了一封密信，陆清晨看见上面有太后的标识。这封密信是给你的？是的，不过你最好看看，陆家军3战3胜，消息已传回京城。这么快？有专门训练的飞鹰，飞得高又快，连夜飞回京城是可以到达的。信的内容是：朝廷知道镇关有粮有水，现在密令200-300里开外的徐怀将军带着10万人马去接管镇关，包括城中百姓、军队和所有物资。老子连发3封救援信给徐怀，他鸟都不鸟。现在我们打赢了，城内有水有粮食了，他恬不知耻的接管，夺取我们的战功，凭什么？朝廷对陆家军不满多年，徐怀他们只想着捞好处，我觉得他不会成功接管镇关，所以才给你通风报信。你要做好准备，200-300里，最多10多天就能过来。他说接管就接管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莫凡又拿出密令交给陈奎，陛下给你陈氏2兄弟的密函。陈奎一目十行看过去，将军，皇帝命我兄弟2人暗嘎你，这可怎么办？他现在在民间威望极高，朝廷是想夺取他的兵权，杀之而后快。将军，我和陈武对您绝无二心，更不可能暗嘎您的。要不是您通过神明送水送粮，我们和全城百姓恐怕都一个洗了。陈奎当即把密函撕毁。小世子，密函本将军没接，也没看过，不关我的事。我也没看见。陆清晨无奈道：会下第2道密函，逃避不是办法。说到这，陈奎把陆清晨拉到小角落里，低声道：将军，要不咱们反吧，先拿徐怀开刀。您看你有神明鼎力支持，还需要看小皇帝脸色吗？还要受苏丞相打压吗？我也看那老匹夫不顺眼。嘎了徐怀，然后呢？造反，先把蛮族解决，咱们嘎回京城，把他们嘎个片甲不留。恐怕不行。为何不行？小皇帝密令我和陈武暗嘎您，我们2兄弟不动手，洗的就是我们。横竖是洗，咱们蛮票打的。楚国和齐国大军就在边境150里外，随时都能向镇关逼近。这2个国家真想对我们动手吗？陈奎只知道齐国皇帝招揽陆清晨，却没想到还想嘎了陆清晨。他们想吞并齐国，只要镇关失守，便联合蛮族长驱直入，占领京城，瓜分大齐国土。现蛮族尚未退兵，大楚大齐虎视眈眈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把徐怀的兵变成自己人。陈奎孤凝道：将军，这些人跟着徐怀有20年，
能收买过来替咱们卖命吗？徐怀是来和您抢兵权的，他未必会听你的。我有粮还有水，要不我和陈武做掉徐怀？不用，他们饿了大半年，知道跟着谁才能吃饱。好吧，属下多虑了。莫凡站在两人身后，听了个全部。军师庄良也建议采取怀柔政策。将军，徐怀下面的兵，您打算如何收买？陆清晨思忖片刻，并入陆家军编队，按照老兵计算，每人每月10斤大米，5斤面粉，5包盐，1桶油，10管钩。哈哈哈，如此甚好。他们即便对徐怀在忠心，也不忍家人恶习，他们会加入陆家军编队的。对了，咱们贴到楚国大街的告示，加入陆家军能领6斤大米，3斤面粉，也有1000人拖家带口来了城门，要放进来吗？南北门没有蛮族驻军，让楚国参军者连同他们家人住在门口屋里内，把他们安排妥当。陈奎，你派遣1支100人队伍，对投军者进行收编，答应的粮食给他们，给他们家人登记造册，告诉他们投靠了陆家军就是正官子民，和楚国再也没有关系。是，属下这就让人去安排。将军，司法安排很妥当。对了，有个术士说要前来投靠您，就在门外，把人带进来吧。他曾算出陆清晨必喜无疑，而今却有一时神秘人助他扭转乾坤，登顶至高无上的位置亦有可能。思及此，是梦打算投靠陆清晨。见过将军。你说要投靠我？是的，将军。我曾看见你们埋的炸药，我知道火药的配比，我曾亲自配置火药，但是用来炼丹。你所言是真的？是，我不敢欺瞒将军，配置火药的萧石贞观没有。若将军给我一些火药，我定能研制出威力最猛的炸药。好，你先试试，若真能成，以后就跟着我吧。天琴，带这位小兄弟下去换身衣服和鞋子，将军府收拾出一个房间给他。是，将军。这时顾灵薇传来纸条：你的坑挖好了没？我要投放猪肉和冰块了。已经挖好了。顾灵薇把猪肉和冰块投放完毕，萧华打来了电话：微微，这批货已经运到郊区，你还要不要？要，萧叔叔，我现在在农家乐，你让司机直接开车送货过来。地址发我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到达顾灵薇的小别墅前。卸货吧，幸亏没开进城，路上查得很严。完毕后，他给萧华结尾款，送他们走远后，顾灵薇传纸条给陆清晨：炸药到了，半个小时后我传送过去。此时，陆清晨和一众将士正在开会。将军，楚国齐国军队距离镇关，竟然比蛮军还要近，两国军队还互相串通消息。他们已经准备联手嘎洗陆清晨，欲要吞下镇关。而今顾灵薇的炸药来得太及时了。神明的炸药赐得太及时了，仿佛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就赐下什么。有了这批炸药，咱们能抵挡楚齐两国大军。陆清晨摇头，人数差距太大，全城能征召的百姓都参军了，也才48000人，对战齐国、楚国蛮族55万大军，即便我们装备领先，也很难赢。若是拉拢徐怀的人10万人，或许还有一战之力。将军，咱们再求神明赐下装备和武器吧，炸药还需要10倍才够，当然越多越好。下属们一双双充满希冀的眼睛望着陆清晨，他却反问：你们可知神明买那么多食物和武器装备需要多少银子？和神明公平交易，应当主动奉上钱财，而不是每次索取。陆清晨一席话说的诸位将士心生惭愧。将军，我们返回家中一趟，去就回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。正当我准备投放大杀器时，却发现花瓶里冒出了大量的黄金、珠宝首饰、字画、古琴。哇塞，好漂亮的金光！这古琴、古画一定很名贵吧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此时他才看见陆清晨的大片文字。这些钱财奉上，请求神明赐下更多的武器和装备。现楚国、齐国蛮族55万大军，虎视眈眈，如若强行攻打镇关，镇关必定失守。但因为镇关有水有粮，齐国皇帝派徐怀将军带10万人接管镇关。朝廷想抢夺我的兵权，我向神明保证，我一定会活下来，并且会把徐怀的兵马策反编入陆家军的编队，就有15万人，但抵抗55万人，已是毫无胜算。请神明赐下大量炸药、秦弩和陌刀各10万，盔甲和防弹衣各15万，300万支利剑，我们就一定能赢。陆清晨为大齐鞠躬尽瘁，视死如归。狗皇帝却想夺他兵权，让他洗在镇关。有这样的皇帝，大齐到现在没被灭国，已是侥幸。陆清晨，我会帮你的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你还没有踏遍华夏大地，没有领略江南水乡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不能洗。当陆清晨看见顾灵薇的纸条，眼睛瞬间湿润了。我一定会活下去，一定会的。将领们见陆清晨情绪不对，关切问道：将军，神明怎么说？他没答应吗？是不是咱们给的供奉太少了？神明嫌弃，别着急，我回去再取一些过来。神明说他会支持我，他希望我们赢。我们还没好好看华夏大地，他想让我们赢了，到处去看看。将领们心中了然，对神明的敬畏又多了一份。我就知道神明会帮咱们的，他替咱们考虑的面面俱到，怎会放任我们被三国围攻呢？有了神明赐下的武器和装备，我们就能破除三方联合，还能反击两国。15万人对抗55万人，以前想都不敢想，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机遇，是挑战。他真是好蛇啊！
将军，神庙已经建立好了，马上要铸金身。师傅问神明如何开脸，要不将军您向神明讨一张画像来。陆清晨很是期待，他终于能名正言顺地问他画像了。先去仓库，神明到了一批炸药，给安排妥当。刚到新仓库，炸药就整齐落在仓库里。这重量是上次的2倍，所以威力会更大吗？宋铎对这批炸药很满意。将军，咱们怎么安排这批炸药？找人乔装打扮成生队，把炸药埋在楚国和齐国军队与蛮族会合的必经之路。若是他们走出国界，就点燃炸药；若是他们不动，自然伤不了。哈哈哈，好，将军这法子好。哈哈哈，我现在就安排人去办，炸药全部买光吗？不用，1/5的量，比上次炸山威力还要大，让安装炸药的人小心些。是，属下一定完成任务。陆清晨刚返回议事厅，莫凡就来了。徐怀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是嘎是留？留着。你挖走跟了他20多年的兵，他会恨死你的。无所谓，本将军只要百姓们活着，楚齐2国梦想破灭。那我飞鸽传信给姑母，劝他不要和你作对。多谢小世子了。这边顾灵威刚写好清单，就在上次购买的网店复购了大量的物资，总共花了7亿3千万。紧接着又拨通了萧华的电话。微微，质量有问题吗？老板还在你家餐厅里，我让他过去一趟。不是，萧叔叔，咱们聊几句。老板仓库还有货吗？我还需要一批货物。你想干什么？那些炸药足够炸毁半个城市了，你还要？叔，我还需要500吨炸药，1个亿行吗？顾灵威，500吨，这个量相当于原子弹，你想洗啊？叔，我发誓真的不是炸人，我卖给东东朋友，你知道那边打仗，我也想赚点小钱。听见送到东东，萧华好像信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人家给多少钱？3000万美金。萧华咬了咬牙，1个亿成交。老板仓库没有这么多货，但可以找同行调货，500万吨还是够的。你先给我打3000万定金过来，我让他去调货。顾灵威当场转了3000万给萧华。我收到货后1个星期内给你送过去。顾灵威很是舒心，连忙给陆清晨报喜。防弹衣和铠甲3天内送到，10万秦弩，300万支箭雨和500吨炸药，7日内送到，陌刀15万，14天内送到。所有人呆愣了一会。神明他真的送来15秦弩，300万支箭雨，即便3国联手，我们也有一战之力。500吨炸药能够把55万大军送上天了。顾灵威刚算完账，这次采购装备共花了8个多亿，上次花了4个亿，古董所得共13亿，现在还剩下1亿，这点钱根本不够啊！顾灵威突然想起上次3组9尊配套的酒壶，就去找了穆老。美，太美了！这酒壶和2个9尊是一套的吧？是的，穆老。品相如此完美，连龙岩点缀的红宝石质量之高，太漂亮了。顾小姐，这酒壶我要了，你开个价。穆老您懂货，您开价吧，合适我就卖，不合适我先放一放。听到此言，穆老心中了然。6个亿怎么样？你如果有大齐国平民百姓用的瓷瓶、瓷碗，你给我多弄点来。你卖给我的都是精品，我真不舍得卖出去，只出不进，老本都快被你掏空了。也是哦，穆老太喜欢大齐古董，肯定不舍得卖，我得弄一些流通的瓷器来。酒壶卖你了，你明天早上来仙园山庄，车开到门口打我电话。那家网红度假山庄吗？是。行，明天早上8点我去找你。多带点钱，6亿恐怕不够。穆老听见这话，瞬间就明白了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回到家后，顾灵威找出了几套瓷器套件，他写下一张纸条。陆清晨，我送你几套瓷盘，你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都换给我。就把5套古瓷都传了过去。议事厅内，大家心情很好，商议再给蛮族一次沉重打击。忽然纸条和5套古瓷落下，所有人目光都被古瓷吸引。莫凡仔细端详起来，好瓷啊！大家一致认为见过那么多好东西的莫凡都说是好瓷，那肯定就是好瓷了。神明送来几套瓷器，他希望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都换给他。神明要这么多瓷器做什么？下一瞬，莫凡直接抢走2盒，交给江源。你数一数，2盒多少瓷器？从府中拿出瓷碗、瓷盘送来。诸位将军直接瞪眼，这小子霸占2盒，把不值钱的瓷器给神明，忒不要脸了。陆清晨对田琴说：“把府上的瓷器都送来。”将军府瓷器都拿来了，家里会没碗筷的。田琴自作主张拿了1盒瓷器，接着陈奎、陈武直接抢走剩下2盒，双方都觉得自己赚麻了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，我用5套碗和古代将军换了800多个品相完美的瓷碗，双方都觉得自己赚麻了。翌日，穆老早早就带着张副馆长过来了，看到20个瓷碗，激动的不行。这20个瓷碗品相如此完美，每一个卖出去都市价值上亿啊！保存的太完美了。你看碗底部还有家族印章，原来大齐时期就开始用印章区分贵族和平民了。顾灵威手里拿了一块金饼，交给穆老。
您看看价值如何？穆老看到金饼写着官府打造，赏赐给某位将军的，更加亢奋了。金饼，原来在那个年代，君主也能赏赐给臣子将军，这个金饼太重要了。如果能检测出金饼里的含金量就更好了。顾小姐，我要了，你出个价。您看着给。2个亿如何？听到穆老的出价，张副馆长坐不住了。我看看，这是大启帝王御赐给一位姓武的将军，这金饼我要了。小姑娘，我出3个亿。4个亿，顾小姐本就是留给我的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6.5亿，你不能再抬了，已经超过金饼本身价格，再往上报，我就告你恶意炒作。算了，让给你，瓷器你不要和我抢。哼，早知不叫你了，进来捣乱。6.5亿，顾小姐意下如何？顾灵薇没想到居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。行，您觉得值，那我卖了。张副馆长喜滋滋的把金饼收下。九湖，你别和我抢了，我和顾小姐价格都谈好了，不行。9壶和酒尊为一套，用作镇馆之宝。你开价多少？我在此基础上再加2000万。穆老被他气喜了。早知道不带你来了，竟会抢货。张副馆长收走了金饼和酒壶，共计12.5亿元。他立马转账给顾灵薇。顾灵薇很是大方。馆长，你挑2个瓷碗，算买1送1的赠品。可把张副馆长给高兴坏了。剩下18个盘子，穆老包了10亿8千万。今日总收入23.3亿。镇关，陆清晨看见水井里的水快满了，很是高兴。将军，宋铎传来消息，他们连夜奔波到了边界。陆清晨很意外，没骑马，脚程这么快。宋铎在路上抓到几匹被吓跑的蛮族军马，为了水和粮，马帮忙拉车了，脚程变快了。让他们在楚齐2国边境埋炸药，埋好后，人在那边埋伏起来，随时盯着他们动向。记住，但凡他们敢跨出国境，某头必炸。是，将军，我马上让人传信给宋铎。将军，咱们今天打一场吧。兄弟们都想给家里挣点粮食，南北门蛮族跑了，不敢驻扎，那咱们打西门，把人全灭了。西门已退至120里外。那天晚上我端了他们老巢，西面要打，东面主力的马厩一定有很多军马，想办法把马给带出来。我咋没想到，咱们现在最缺的是战马。将军，晚上我带人去蛮军主力马厩，把马都勾出来，西门随意带几个人骚扰。咱们主要是弄更多的军马。好，叫大家去议事厅部署。陆清晨话落，水流停止了。第5口井刚满，陆清晨刚到议事厅，一张字条飘落下来。我买了30套古瓷礼盒套装，已送货过来了。你让10位将军把府上的瓷器全部给我，我和他们换。下一瞬，30个礼盒整齐落在桌子上。大家把家里的瓷器全部拿来，和神明交换。大家想到家里灰扑扑的瓷器，再看神明透光且漂亮的古瓷，都觉得是自己赚马了。很快，他们就把2000多个瓷器全部传送过去。陆清晨和陈奎、陈武部署，今夜骚扰西门，且主要去蛮族主力偷战马。亥时，陈武带着蛮军1000多匹马毫发未损的回来了。吴三郎把马镣围上，让他们彻底变成陆家军的军马。是，将军。此时，陈奎带回来3000匹马，今夜共收获4000匹马。所有参加战役的士兵，每人奖励1袋100斤大米，1袋50斤面粉。今夜没有任何人受伤，却收获颇多，大家开心坏了。今日此时，共获得4000匹战马，不损一兵一卒。好棒啊！神明，庙宇建立完毕，工匠即将建筑真身，需要您一张画像开脸。神明可有画像？传送一张过来。画像建立庙宇，陆清晨玩真的。可是我不是神明，我是活人，建立庙宇是不是太夸张了？要不你们建立菩萨庙，我是活人，还是免了吧。何为菩萨？顾灵薇忽然想起来，这个时期佛教还没有传入国内。我的意思，随便建个真身，无需我的照片，我一个大活人让人祭拜，这不合适。不，神明，您拯救了陆家军和全城百姓，您当之无愧是我们的神明，还请您送来画像，工匠已经催了，不能再拖。行吧，我和古人较什么劲？缓几天吧，我这套房子没照片和画像，等几天我回去拿。好，神明，我让工匠等着。今天收获4000匹马，马料不够了吧？是的，我本想和您提一嘴的。没事，我明天让人运2车过来。顾灵薇立即订购了几大货车马料。这次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到陆清晨喜在镇关，他喜了，吓得赶紧给他投去纸条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梦见你喜完了，你快回复我。陆清晨，我不允许你喜，听见没有？快回话。他等了许久，还是没有等到陆清晨的回复。不，我努力这么久，不该是这样的结果。顾灵薇的梦境没有错，今夜楚齐2国选了没有埋下炸药的路径，副镇关来袭。宋铎见情况不对劲，夜晚混入楚国军营，此时军营早已空空如也。咱们被耍了。宋将军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马上飞鸽传书给大将军，说楚国已动身前往镇关，全军戒备。是，那咱们这就赶回去吗？来不及了，我们在他们撤退路径埋下炸药。
陆家军这次面对的是楚国和齐国，训练有素的35万敌军啊！陆家军加上新兵，勉强才够5万。大将军，这仗要怎么打赢？就在古代大将军被两国围攻之际，我因一个梦往花瓶里投放了一个大神器，从而破了大将军的必死之局。大齐的将士们，楚国、齐国35万大军就在20-30里外驻扎。今日我们要守住镇关，更要守住百姓们活下去的希望。这一战，本将军希望所有男儿死守下来，死守镇关，血战到底。我等与镇关共存亡。我们绝不会让敌人进入镇关半步，敌人不退，我等将视死如归。他们即将面对有史以来最为严峻艰难的战役，镇关生死存亡就在这一役。将军，楚国和齐国军队首领已碰头会面了，术士是孟卦算出，他们50会进行攻城。现在距离50不过1个时辰，恰好此时收到了顾灵威的纸条，炸药和15万防弹衣、防弹头盔到了，马上接收，迅速装备。防弹衣还带防弹头盔，加上炸药。将军，咱们若是全部都配上，和敌人肉搏，咱们未必会输。陆清晨迅速转移场地，很快一箱箱炸药、防弹衣、防弹头盔落下，所有将士每人一套，1个小时内都换上，全军戒备。是，将军。午时，陆清晨看见前方齐国、楚国军队正在向镇关逼近，大军压境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臣武，秦奴队待命，随时点燃炸药。是，将军。距离城墙3公里时，陆清晨看到了和他父亲同时期成名的楚国将领凌啸峰和他的2个儿子。贤侄，开城门投降吧！你5万兵马如何阻挡35万大军？把城中的水和粮食都让出来，本将军一定会保你不死。不如楚国军队归降我大齐，本将军会让每位士兵都有水喝有饭吃。凌将军意下如何？就你5万人，竟敢和我大楚军队斗，让你投降是看得起你，否则今日破城，我会让你血无葬身之地。攻城，放炸药。瞬间，攻城的士兵被炸飞。他们人少，武器为何如此厉害？剑竟然无法穿透士兵穿的军装和头盔。这些装备足足提高了陆清晨3倍的战力。就在楚国大军无法攻破城墙时，齐国大军一出师不利，一声巨响，无数人被炸飞。齐国君主早已受伤，原本久攻不下，加上炸药的威力，令许多人开始心生退意。就在此时，围绕城墙5公里埋下的炸药连环炸开，这一炸损失数万人。君主，退兵吧！大齐已损失了6万士兵，再继续打下去，齐国死亡人数会增加到10万。战争输了不要紧，保存实力，便可继续卷土重来。他看着城楼上正拿着复合弓对着自己的陆清晨，吓得连忙道：岳宏，退兵，快撤退！齐军退了，凌啸峰依旧下令攻城，但楚国士兵却萌生退意。父亲，退兵吧！他们武器的威力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再继续磨下去，我们的士兵死亡只会更多。我凌啸峰这一生从未输过，你们要让我认输？父亲，打下去毫无意义，我们就连他士兵穿的盔甲都无法刺穿，我们如何攻城？他5万人真实战力不低是5万人，更何况他们的武器，打我们简直削铁如泥。父亲，镇关要攻打，等我们研制出新武器和火药，再次卷土重来，把他嘎了。今日的屈辱谁又知道？历史是胜者改写的。凌啸峰终于被说服，他悲戚绝望大喊：退兵！我和陆天意没有机会一役，却狼狈输给了他的儿子，真是造孽啊！楚齐2国终于退兵了，这一战我们终于赢了。楚齐2国退兵了，咱们赢了，镇关守住了。无数士兵欢呼，他们靠着一口气硬撑到现在，直至敌人退兵，他们无数人大哭。守城成功，每人奖励2袋大米、1袋面粉，战喜士兵。齐家人奖励4袋大米、2袋面粉，马上便可兑换。是，末将遵命。现在打扫战场，拾取武器钱袋，把盔甲脱下，我军尸首，建立坟冢，写上姓名，每年清明祭拜，敌军尸首，挖坑焚烧。是，将军。顾灵威一直等到晚上10点，再也忍不住给陆清晨写信。怎么样了？输了还是赢了？镇关城破了吗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陆清晨，你答应我会活着的，你一定要活着，千万不能死啊！陆清晨换下沾满血的铠甲，迅速走到议事厅内，花瓶周围全是纸条。他担忧了一整天，我该如何帮你们？你们一定要撑下来啊！无论如何要先守住镇关。等第2批武器一到，就算楚国、齐国蛮族一起上，你们也有必赢的把握。好在最猛攻势下守下来了。神明，楚齐退兵，陆家军赢了。哎呀呀，陆清晨赢了，镇关守下来了，太好了！陆清晨打了胜仗，他比所有人都要高兴。哈哈哈，我辛辛苦苦养的少年将军，抗争命运，扭转必喜的结局，他的未来定将会一片光明。让所有士兵晚上都吃顿好的，肉和饮料不要吝啬，我马上让人送来。他拨通了仙源山庄经理的电话，让厨房把现有食材全部加工成成品，做好后送来，再多拉些饮料、零食送到半山腰别墅。另外，我还点了10几家的外卖，你帮忙取一下。1个小时后，顾灵威把1300箱饮料和200多箱零食、各种烧烤炒菜传送了过去。多谢神明，
我替所有将士和百姓多谢您赐予的饮料和食物。和将士们痛痛快快喝一场吧。好，今日我大起陆家军赢了楚齐联军，斩达齐国士兵6万人，楚国士兵4万，共打敌10万。今日的正官是大家共同守下来的，我陆清晨敬诸位将士们一杯。所有人一饮而尽，畅快地吃着肉喝着水，诉说今日自己多么勇猛。他拿起纸和笔写下：神明，我定让士兵的家人都吃上您送的粮食。只要守住镇关，打破三方吞并齐国的妄想，你会成功的。神明帮了我如此多，我却不知道您想要什么，能帮你做些什么？不用，你守住镇关，让楚齐蛮吞并大齐计划失败，然后统一华夏。华夏大地分裂许久，几百年来纷争不断，从未有人提出过统一概念。若神明想要我一统华夏，我定会去努力达成他的愿望。好，哈哈哈，陆清晨答应了。神明啊，我想见见你。若是有缘，我们会见面的。我家的花瓶竟连通了2000年前的古代。就在古代大将军被两国围攻之际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30架无人机和操作视频，时刻侦察敌人动向。太震撼了！飞天的第一视角原来是这样的，俯瞰山川河流、冰川高原，还能和鸟一起飞翔，这到底是何神仙？这是无人机，飞行30分钟就没电了，有2套太阳能板、储电器，你找人安装好。储电器是为了能让无人机更好充电。很快，陆清晨学会了组装及操作方式，小小的机身却在众目睽睽下起飞了，把所有人都看呆了。天啊，居然飞起来了，好神奇啊！神明的世界才会有如此神物。莫凡凑到陆清晨身边，看着无人机镜头下的场景，他看见操练的士兵，还看见了施粥排队的队伍。无人机飞出20里后，看见了楚国营地，齐国君主和楚国凌啸峰像是在密谋什么，但两人大概没有达成共识，表情都很不悦。陆清晨记下马匹所在的方位，刚才飞出去的那东西竟然能够看见楚国营地和战马方位，无人机竟能如此妙用。将军，他们都不捆马，太好偷了。晚上我带几只肥壮的马，背点草料和水，在楚军战马前溜一圈，保准所有马都会追过来，一偷一个准。此法确实可行。将军，我去把齐国战马偷过来。好，若是今晚真能弄来马，无人机立了大功。这无人机太超前了，能随时监控楚齐营帐。若是他们有动向，我们能迅速出兵防备。此物实乃神器啊！陆清晨给几位将军每人分了一架，莫凡迫不及待地操控无人机飞了出去，看到了蛮族驻扎地。蛮族新接任的大将军还没到镇关，蛮兵如同一盘散沙。庄良向陆清晨建议：大将军，西门驻守的蛮军5座工程车，咱们放把火把工程车烧了吧。若不是楚齐两国军队虎视眈眈，陆清晨都想出兵把蛮族全灭了。晚上火烧蛮族西门营地，用秦弩搭配神明送的火油射过去，烧起来迅速回城，以免楚齐两国进攻。是，属下领命。此时顾灵薇传来纸条，找个大点的湖蓄水，水管马上送来了。神明，炸弹了，南边山里有一湖泊，湖水见底了。行，半个小时后我把水管传送给你，再送大量的饮用水过去。你找人先把水管接好水，流到居民区和军营，大家洗漱都有水可用，多余的水还能种地。若是能储藏大量饮用水，镇关不惧干旱气候，粮食和水充足，陆家军也能够安心备战。太好了，多谢神明。水龙头、水管是专门用来饮水的管子吗？用水问题事关镇关军民生存大计，他们随同陆清晨赶到南边山群中。若是真能灌满大湖，镇关居民3个月不用再担心饮水问题。神明，我到大湖边了。管子有点多，注意着点。陆清晨一言后退数十米，忽然10圈巨大的管子和50箱工具箱从天而降。这就是神明说的水管，很结实，很柔软，能够随意折弯。陆清晨打开如何接水管和水龙头的视频，带着他们安装好水管。他用意念把山泉水卷入花瓶中，直至他脸色有些苍白才停止。将军，是湖水填满了，这是能喝的水，全部灌满了。镇关所有人能喝上3个月，不，应该能更久。哈哈哈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水，被活活渴死了。神明是天底下最好的神。宋铎拧开水龙头，一股清甜沁人心脾的甘泉涌了出来，他迫不及待喝了一口，滋润甘甜，回味无穷，比沙井中的水质还要好。百姓和士兵们看见这一幕，全部都惊愣了。是水，可以喝的清凉泉水。太好了，以后是不是只要打开水龙头，就有源源不断的水流出来？百姓们喜极而泣。老天爷，终于看见镇关子民们的哭泣，引天水下凡，让大家都能喝上水了。有水了，是能喝的水，咱们不用步行几里地，顶着烈日去镇关军营接水了。老天爷啊，谢谢你赐下神水。今夜有了无人机观察，一切都如预想中的顺利。陈武和陈奎带着15000匹马回来了。吴三郎和田勤剿灭蛮族上万人，把所有工程车烧毁了。贴出公告，全城开垦土地，大面积种植粮食，没有种子可以向军营申请，军营中有专门的人帮忙测量土地，种什么蔬菜瓜果，需要多少种子。是将军。
我先是把离地机丢进花瓶，谁知古代大将军就学会了离地。随后我把种子种进花瓶，结果荒废多年的土地长出了杂交水稻。正当古代大将军乐在其中时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大量的肥料。天哪，将军，神明说水稻1亩至低800斤，这个数目太庞大了。我们杞国主食粟米1亩年产也不过才200斤，还是高产情况下。大米1亩800斤，是粟米4倍。若是把粮食推广至大杞全境，杞国将不会再有饥荒，更不会有人饿死。今天顾灵威送来的种子比所有物资都要珍贵，对他们具有跨时代意义。将军，这不是普通种子，这是大杞百姓的命根子啊！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杂交水稻给种出来。将军，划出一片地，找人专门种植看护，咱们不能让种子有半点损失，这比灭掉几万蛮军还要重要。将士们个个都很兴奋，他们想到如果杂交水稻问世，对华夏大地将会带来多么大的震撼，一个大杞国就能养活6国的子民。吴三郎、天齐，你们专门负责粮食栽种，高产的土豆、红薯、玉米都要栽下去，另外征召百姓帮忙播种，给他们每月6斤粮食、3斤面粉的待遇。是，末将领命。此时飘来了一封信，找个空阔的地方，我准备投放离地机、拖拉机，还有大量的化肥和农具。平板电脑里有所有东西的使用视频以及蔬菜种植方式。刚看完信，紧接着就落下离地机和拖拉机，大家都翘首以盼，同时也很疑惑巨大的物件是什么。不是神明不是说送来离地的农具吗？这庞然大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估计就是神明说的农具。此物太过庞大骇人，大家对此物都有着敬畏心，却又忍不住靠近。大将军，这是神明世界的农具，太惊骇了！这工具如何使用？怕是整个大杞无人驾驭。这估计要数10匹马了，才能拉动离地吧。陆清晨按着离地机教程，有模有样给他们演示了一遍。原来神明世界里，人们耕地既不用人力牛马，只需开过去，地就翻好了。发明此器物之人，当真是绝顶聪明。以前以为3轮车已是巧夺天工，见证到无人机、离地机、平板电脑、手机、太阳能电风扇，才知道我们的世界到底有多落后。是啊，咱们拍马追赶，多难望其项背，能认识神明，当真太好了。若是没有他，怕咱们也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终其一生困在方寸之地。大家正看得津津有味时，莫凡看到拖拉机异常亢奋。陆清晨把拖拉机离地机的视频用蓝牙传给他们。莫凡立志要成为第一个开拖拉机的男人。紧接着，大量的锄头、镰刀、铁锹、耙子等等，总共1万把农具落下。将军，此物是分锋利，质量和正官铁匠打出来的完全不一样。1000把锄头，每把规格重量大小完全一致，似乎不是人为生产的，而是集中批量生产的。见过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他们对顾灵威所在的现代充满了好奇。顾灵威继续投下各种化肥。吴三郎、天齐，把所有肥料、农具、种子都登记造册，全部放在一个房子。这些东西是大杞的未来，只要能顺利种出粮食，我就呈给朝廷，在全国推广开来。只要不继续干旱，最多3年全国都能吃饱饭。若足够的粮食能让其他6国和平归顺更好，若是无法归顺，我会建制中原，实现神明大一统的理想。陆清晨内心豪迈万千，这些东西承载了他和神明的梦想。天齐、吴三郎，马上找人学习开拖拉机和离地机，种子和农具安排人分发下去。等下午太阳没那么烈，就开始种地。是，将军命。陆清晨刚回到议事厅，陆清晨，你的麻烦来了。弹弓赫赫的少年将军死守边关，然而等来的不是加官进爵，而是一道削夺军权的诏书。诏书内容是：陆家军首帅陆清晨致陆家军20万人，喜王18万，帝王斥责其无将领才能，夺军权，贬首帅大将军职责。10日后，徐怀率10万人入驻镇关，接管镇关守城任务和陆家军余下人马，统管百姓。陆清晨死死捏着圣旨，明明镇关守下来了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，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贬我职位，夺我军权？莫凡感受到冰冷刺骨的寒意，劝道：将在外，不受军令，你别听就是。皇帝是好日子过久了，真以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位就能安稳坐下去。总之，本世子不同意你卸掉职务和军权。陈奎、陈武拿出2道暗嘎陆清晨的密函，两人根本不当回事。在两兄弟看来，陆清晨是镇关基石，皇帝可以换人当，但陆清晨绝对不能洗。将计，徐怀若无法收买，直接嘎了，把10万人马夺过来，直接造反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所有将士在京城的家人都会被皇帝斩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们不会走造反这条路。顾灵威这边终于等到了黄师傅的第2批柴油，随后拨通了萧华的电话。萧叔叔，炸药什么时候送来？500吨炸药已购入，今夜就装车，过2天就能送到。接着他联络了仿古兵器的老板。老板，现在有多少现货了？秦某生产出5万架，现生产出100万只，盔甲做出了3000多件。落刀，我厂子和兄弟厂加班加点，赶制出5万顶，按你的要求都开过刃。那你马上送来，不需要等到够15万再送，不然黄花菜都凉了。好，明天下午就会送到。
楚奇蛮都在边境虎视眈眈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。顾灵薇给陆清晨写了一张纸条，我弄到10桶柴油，应该足够2辆农用车用很久了。柴油是易燃物品，不要和鞭炮、炸药、假酒放在一起，单独找个远离人烟的小房子，找人看管。另外，我明晚会投放一批军备物资。终于要送来了吗？他翘首以盼，等了许久。这2天，他让莫凡飞无人机，时常观察楚齐2国营帐，生怕他们又要卷土重来。神明，上次送来的复合弓建议用完，可否再送一批来？我怎么把复合弓给忙忘记了？我马上去采购。对了，中午会送来1车冰，1车冻猪肉，注意挖坑冷藏。好，吴三郎，让楚人挖的坑如何了？挖了3个大坑，每个坑深度1丈半丈，其中1个已经把粮食装进去了。很好，今日神明送来1车冻猪肉，1车冰块来，你负责登记造册，存放仓库。接管物资，这可是个肥差，他高兴应道：“是，将军。”对了，那2000楚人安排的如何了？2000人里有300参军，剩下1000多人。女人开始制作军衣了，男人们都在挖坑，每人都参与劳作，领了粮食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粮有水，我特意找人盯账，都安分守己，没有细作。明晚秦弩5万，箭100万支，陌刀5万柄，铠甲3000套会送到，炸药100万斤，后天晚上送到。这些东西需要在仓库里存放，你先把粮食和菜移进土坑里，把仓库空出来。几位将领听言，全部激动站了起来。这庞大的数目，哪怕3方联合攻城，有了这批装备，我们即便人再少，也能守下来。陈奎激动道：“将军，有了这批装备，咱们能夜袭敌营了。”神明马上送来柴油，记住，柴油极易燃烧，小心存放。几位将领熠熠生辉，看着陆清晨，他们都对柴油充满好奇心。一群人刚到仓库，1桶桶油从天而降。晚上，谁和我去点敌军营帐，把他们的帐子和工程车给点了？陈武田擒站了出来。亲，咱们后半夜悄摸的，放了火就跑。好，带上莫凡，用无人机看着点。那功劳，本世子得记上一笔。几位将领嘻嘻哈哈，表示没问题。加油！我要开车，马上就学会了。天琴，把1壶油加到离地车上，根据视频找到油盖，拧开后把柴油灌入。顾灵薇把箭、猪肉和冰块传送过去后，收到了陆清晨的来信。神明，您若是在家，我把将军府中钱财珠宝都送来。这批装备、武器、炸药，您花了大价钱，我们不会白拿的。是花了一些钱，你以前送金银玉器还有很多，我暂时不缺钱。镇关若突围成功，你需要大量钱财养活军队，你把钱留下自己用。我缺少什么，神明都会送来，且面面俱到。这批钱财都是镇关府上们心甘情愿奉上的，我给了他们大米、面粉和油，他们不亏。见陆清晨这么执着，行，那我收下了。顾灵薇把花瓶放到客厅中央，无数箱金子、珠宝首饰、文玩字画从天而降。妈耶，整整38箱啊！加上地下室的11箱，我现在一共拥有49箱古董。靠这些古董，我几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。你送来太多了，我先不出售，放在地下保险库中。你若是哪天缺钱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再给你送过去。咱们的目标是实现大统一，花钱的地方还很多，我先帮你存起来。陆清晨看了信许久，他应当是欢喜的。好，夜晚来临，陈奎、陈武田琴一行人要去点楚齐2国营帐了。他先是把炸弹绑在无人机上，紧接着操控无人机飞到敌营，随后放下炸弹，趁敌人没反应过来撤回。瞬间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。齐军攻来了，地狱，快，齐军打来了！此时楚国、齐国的帐子和工程车被烧毁，营地燃起熊熊大火。上马，快跑！100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逃了。天下大旱，无水浇灭，火越烧越大。哈哈哈，真痛快啊！原本1个月前我们被蛮族围堵在城内当孙子打，必喜无疑。现如今外面驻守了几十万人马，却拿我们毫无办法。痛快，真痛快啊！这一切的改变，只因他们遇到了2000年后的神明，支援物资让他们有和3方联军一战的底气。来，上冰啤酒，大家畅快的喝几杯。陆清晨提笔写下：今夜子时，陈奎、陈武田、秦莫凡100人夜袭楚齐军营，敌军军营燃起熊熊火焰，今日一全胜，无一伤亡。他把纸条投下花瓶。翌日，镇关上万百姓，勘太后亲侄子莫凡开着庞然大物离地。这地干枯，一锄头挖下去，锄头都会断掉，可这车开过去，地不仅翻好了，还能打碎故土成为散状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可不是吗？再用水管接水，浇在土上，能耕种的肥沃土地就此形成了。见状，百姓们都爆发出欢呼声。莫凡虚荣心受到极大满足，百姓在理好的地上开始耕种。神明想要穷人都吃得上饭，都有田种，四海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他实现。陆清晨在畅想未来宏图伟业，宋云辉急匆匆地赶来。跑那么快，你又换车了？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
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限时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城内染了瘟疫。这怎么回事？城内怎会有瘟疫？瘟疫源头不知是哪儿的，早上洗了3人，还有50人感染，我已将他们隔离。将军，这场瘟疫来得又急又凶，若疫情控制不住，很快会蔓延全城。这瘟疫来得令人措手不及。昨夜陈奎一行人刚烧了2军的军营，早上就爆发出瘟疫，很难不让人联想楚齐2国对镇关下毒。何鸿，城内有瘟疫传染。将军，严重吗？你公告全城百姓，所有人不得外出，每家每户都分发10斤米、5斤面粉、1袋盐、2颗菜、2斤马肉，需要水，每家派出1人到水龙头前排队，去查清楚瘟疫到底是如何感染的。若是有人故意带入城中，找出来，打100军棍，再鞭尸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将军，军中没有应对的药，就连艾草都没了，事出从急，可否向神明请求赐予艾草？若是能够有应对瘟疫的药物，咱们全城10万人就保住了。他们迅速赶到营帐中，并没有看到顾灵威的纸条。此时日头刚升起，按照神明说法，他还在休息。瘟疫急切，他找到平板电脑，调了5分钟的闹钟，连同纸条一起传过去。顾灵威睡得迷迷糊糊，听见闹铃声响，难道是镇关发生了什么大事？神明，镇关发生了瘟疫，早上写了3人，还有50人感染，发病时全身发烫，2个时辰后脉搏渐弱，呼吸断断续续，再过2个时辰人就没气了，尸体温度却还很高。神明可有应对瘟疫的药物？古时候发生瘟疫，是一城一城的喜人，镇关百姓被封闭在城内，这瘟疫到底哪来的？顾灵威很着急地联系了上次要饭大哥。退烧的药布洛芬、乙酰氨基酚，我要10万盒；各种消毒用品，我各买500桶；口罩、医用无菌服、手套、消毒棉签、退烧吊瓶，全部购买100箱。这订单大，要发财了。若是有艾草柱，我全要了。艾草没有，但我能调货。顾灵威给大哥打100万定金，你马上备货，我开小货车过去，能装多少先拉上，剩下的我会让黄师傅帮忙运。陆清晨在等待顾灵威传回信息，几个时辰后依旧没有他的消息。仅仅1个时辰，感染人数从53人上升到100人，直指现在大约有上千人。镇关被瘟疫恐慌笼罩，就在陆清晨为瘟疫的事焦头烂额时，监控楚齐2国军队的士兵急速来报。将军，楚齐2国有异动。陆清晨迅速来到城墙上，看见了不远处，楚齐2国大军正在向镇关靠近。楚军15万人，齐国18万人，共计33万人。他娘的，不就是昨天放了一把火，怎么的，今天就来报复了？来啊，真当老子怕了你们不成？本将军还没见过这么急着来送喜的。林孝峰下令全部停在外围。陆清晨知道他们在等待镇关瘟疫彻底爆发，就会发起攻城。此时何鸿匆忙来报，将军查清楚了，是昨夜陈奎将军一行人夜袭敌营回城的2个时辰后，有人从城墙外丢衣服进来，被百姓捡走了。洗的那3个人就是穿了捡来的衣服，剩下的事您都知道。他娘的，火是老子放的，马是老子偷的，下毒算怎么回事？你有种和老子堂堂正正打一场，我还能称赞你是个英雄。呸，什么战神，猪狗不如的玩意。将军，按照这个速度，镇关几个时辰内会全部沦陷，这不是瘟疫，更像是下毒。炸药呢？什么时候到？陆清晨看向城墙下大军压境，炸药晚上到，秦弩磨刀下午到。而现在距离武器送到只有几个时辰了，可这几个时辰里，大半镇关都会陷入高热中。田勤和宋铎已经感染瘟疫，使劲憋住咳嗽。陈武担忧看向陆清晨，将军，那您身体？无碍，现在首要问题是让敌军退兵和解决瘟疫。即便下午秦弩和磨刀送到，那时有多少人还能拉得起秦弩？将军，要不求神明救救您吧？您若是有事，镇关怎么办？百姓们又该如何？对啊，我们不论谁感染，都不能让你有半分差池。我只是往花瓶丢了一个离地机，结果花瓶竟然吐出了38箱黄金。紧接着我往花瓶里扔了一盒药，谁知昏迷不醒的将士死而复生。宋军医连忙给田勤把了把脉。如何？这药可以治疗瘟疫吗？将军，这药能退烧，虽然不能杜绝瘟疫，但是可以救人命。有了退烧药，咱们全城百姓都有救了。神明说布洛芬和乙酰氨基酚不能一起混制，吃了不要喝酒，另外用消毒药水全城消杀，方能截止瘟疫蔓延。神明说的对，镇关被感染有5000多人，哪怕没有艾草，也得把全城都消杀一遍，消杀干净，被感染风险会小很多。何鸿，此事由你全权负责，把这些药物分发给高烧的百姓服下，并隔离观察，每家每户都要杀毒到位。去消杀时要穿防护服。他拿出防护服套装，委以重任道：城内瘟疫就交给你了。将军放心，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控制瘟疫的。好，去吧。何鸿派遣1000人在全镇消杀。陆清晨喝下药后便睡了过去。蛮族还有1个半时辰到达镇关。
楚齐两国士兵驻扎在3里开外，陈奎、陈武、吴三郎站在城墙上，城墙下目光所及是55万大军的压迫感。哈哈哈，父亲，您看见了吗？镇关瘟疫蔓延了。父亲，您这主意妙。现如今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入镇关，据说里面的粮食多到吃不完，水蓄满整个湖泊，够咱们楚国军队吃上那半年。若我们灭掉大齐，所有物资都是楚国的，再征战周围的几个小国，天下谁敢与楚国争锋？林孝峰目光如炬，看向城墙。陆清晨没有站在上面，取而代之的是陈奎。陆清晨似乎发了高烧，他两个儿子喜出望外，声音都大了几分。父亲，是真的吗？两军大战，主将临阵脱逃，这是大忌，咱们今日必攻入镇关。哼，偷我几千匹战马，放火烧了营帐，烧死2000多人，我征战数10年，从未吃过如此大亏。陆清晨，去洗吧。两个儿子见父亲如此有底气，面露喜悦。就算陆清晨有陌刀、有金弩这等大杀器又如何？全城人都喜绝了，还不是便宜了我们楚国将士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父亲，咱们今天就能攻下镇关，您高兴吗？楚王定会奖赏您最富饶的城池、最肥沃的土地，咱们林家从此以后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呵呵呵呵，你们还是太年轻了，知道魏父为何一定要攻打镇关，哪怕损失几万人，楚王颁布3道撤退密令都不走吗？林云哲惊讶道：父亲，您难道不是为了陆清晨的项上人头，赢了他就等同赢过陆天乙？蠢笨！看齐国君主多聪明，亲自来前线，他为何而来？你们可是清楚？两个儿子摇头。我怎的生了你们2个蠢笨如猪的东西？等攻破镇关再告诉你们。齐国军队里怎么样了？林孝峰的法子好用吗？有用，镇关瘟疫蔓延了。齐宣衡阴郁目光看向楚军前方，萧家父子3人难掩喜色，仿佛镇关是囊中之物。呵呵，真是小人得志。本军怀疑林孝峰连胜30多场战役，全用下毒传播瘟疫得来的。大齐军确实手段肮脏，先屠马，再放火，可人家半夜直来直往，没用下毒招数，他们自己守不住罢了。楚军看似军律严明，战争经验丰富，胜仗多，但岳宏觉得靠下毒而来的连胜战绩虚得很。本军听说楚王年下3道让他班师回朝的密函，林孝峰抗旨不遵，可知为何？不知，难道是被陆清晨给气恼了？不攻下镇关，岂不罢休？齐宣衡把密函交给岳宏，岳宏一目十行看下去，目录犹疑又惊诧。我只是往花瓶里投放了几千万斤粮食，不料却引来了3方联手掠夺。紧接着我把灭火器丢进花瓶，谁知古代将士们学会了横扫火焰。随后我往花瓶里投放了500吨炸药，结果古代大将军带领2000人击退了55万大军。陆清晨按照说明书教他们灭火，将士们打开灭火器，喷出白色泡沫，熊熊火焰就这样被熄灭了。灭人，大火扑灭了，哈哈哈！叫灭火器就真的能够灭火，此物真的太神奇了。陈武还拉了10几台水泵，水泵浇在城墙上，起火点瞬间全被扑灭了。呵呵，你们以为灭了火就能赢吗？不，今日老夫必须破了镇关，把你们都杀洗。这时，西南方向传来大批马蹄声。漠北王到。漠北王带领20万人到达城墙下，3方联手攻城已全数到齐。他如鹰隼一般的眼睛盯着水泵。镇关果然水源充足，今日势必要攻下镇关。3方首领简单的碰头，今日为攻打镇关正式结盟，开始作战计划。楚齐2国工程车被烧毁，但是漠北有15架，漠北王同意将工程车借给楚齐2国，条件是城内所有物资漠北多分1成。达成协议后，3方沉浸在半路开香槟的喜悦中。陆清晨看着几万秦弩陌刀、2000盔甲，还有几百上千的武器，觉得这站稳了。来了，武器装备终于等到了。他娘的，老子都想哭了！先是高烧瘟疫，然后放火烧城，这一场战役太难打了。现在好了，秦弩5万，弓箭100万，哈哈哈！只要有秦弩，对面人再多又如何？咱们照样射穿他们。军秦带上装备，准备出发。将军等一下，开我的车去。最近发财了吗？居然买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，只花了9万9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你的车去。陈奎，城内交给你了。末将定不负将军所托，将军一定要平安归来。奇袭闪电战是本将军最擅长的，你们忘记了？我被封侯是夜袭老漠北王兄弟，把他们18个兄弟全部杀了。老漠北王陪妻子回娘家探亲，才躲过一劫。将士们眼含热泪。将军，一切小心，您千万不能有事。陆清晨和士兵刚道密道歉，却被突然出现的魏广兄弟给拦了下来。将军可否有时间听我几句？我还知道一条路，不是通向土岐蛮后方的，是通向漠北王庭的近路。咱要不换一条道，先去灭了漠北老巢。陆清晨带着审视目光，居高临下看着魏广。2000人杀55万人，确实很勇。但如果先灭了漠北王庭老巢，再跑回来杀人，岂不是更勇？其实我是蛮族人，小时候被父母丢弃，是在镇关吃百家饭活下来的。鄂将军信得过，我知道漠北王庭的新居住地。陆清晨眼眸如炬，带着军人特有威压问他：你可知
欺骗本将军，带歪行军路线，是会被军棍打死。我知道的，将军。若带的路不对，你再下令将我打死也行。好，天琴准备一下，立即出发。所有人装配完毕，朝密道出发。三方会谈结束，准备集结人马进行大规模攻城时，3位首领同时收到镇关城内线人的密报。陆清晨没有喜，陆清晨带2000人的敢喜队整装出城，想要从侧面痛击我们。陆家军等待的新装备到了。我只是往花瓶里投放了几千万斤粮食，不料却引来了3方联手掠夺。紧接着我把灭火器丢进花瓶，谁知古代将士们学会了横扫火焰。随后我往花瓶里投放了500吨炸药，结果古代大将军带领2000人击退了55万大军。陆清晨明明发起高烧，他为什么没有喜？他居然敢带2000士兵侧面夹击55万人马，是他疯了，还是55万人在他眼里是随意能砍死的蝼蚁？看到新装备到了，林孝峰和齐宣衡脸色大变。上一次就因为他们傲慢轻敌，损失了整整10万人。说白了，他们攻打陆清晨纯粹是为了千万物资。他们当即想放弃攻打镇关，漠北王罗素却不以为然。陆清晨居然没事，还敢带2000人来攻打55万人，是他太猖狂，还是以为我漠北王太弱？罗素知道镇关城内有装备，也知道齐宣衡和林孝峰在装备上吃了大亏，可毕竟他没有亲眼看过先进的装备。既然陆清晨自愿出城送喜，那好，本王成全他。攻城计划暂且搁浅，先打陆清晨。漠北王55万人对战2000人，光是斩杀项上人头可太简单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谁能活捉陆清晨，谁就赢。输家送对方一座城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以城池作为赌注，哈哈哈！怎么不问问本将呢？不是本军胡说，林将军，您不能做大楚国的主，没有城池控制权，您说的话不算数。若是本将军拿镇关做赌注呢？谁活捉陆清晨，镇关整座城，所有物资和人都归他所有。林孝峰冷笑，压下2人对自己蔑视的愤怒。你们觉得意下如何？那还用问？本王一定赢，不就活捉，这有何难？都听见了，谁活捉了陆清晨，整个镇关城池粮食、水源、利刃数不尽数，都是咱们的。威武！漠北王威武！我去抓陆清晨了，希望你们2位说话算话，不算数也没关系，我直接杀了他。再攻打镇关也是一样的，里面粮食和水全是本王的。齐宣衡略带嫌弃道：真是野蛮粗鄙，你也对陆清晨身上的秘密感兴趣？林将军，那咱们就拭目以待了。父亲，陆清晨真的没喜吗？按照咱们比前几次战役投下的分量重几倍，他只多能活4、5个时辰，一旦感染避袭，他不可能还活着。林孝峰跟他们说了密函的事情，齐国蛮族都收到一样的消息，消息绝对不会有假。去查陆清晨从哪条密道出来的，找到密道，咱们活捉他。眼下他们的新装备到了，抓他可比攻城简单多了。父亲，你说会不会是城内有解毒的药啊？呵呵，不可能，我大大小小经历上100场战役，不说全部都用了瘟疫攻城，也用过几10次，还没有人能够解开此毒。这毒就像瘟疫，还能人传人，他们没有解药。那您说，城墙上的士兵越来越多，装备从复合弓换成擒弩，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所有人后退，退出擒弩射程范围。记住，在镇关城墙外20里找陆清晨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活捉了他。是，父亲。我只是往花瓶里投放了500吨炸药，结果古代大将军却送来了成千上万的古董。于是我扛着800个瓷碗就去了古董店，当即进账80亿。2位古董老玩家瞬间眼冒金星，尤其是那长得丑的瓷器，受到了格外的偏爱。这茶壶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对吗？哈哈哈！张林，你快看茶壶内壁有字，是象形文字。对，是象形文字，西周古文，距离现在大约3000年左右。这个茶壶是西周的。是，西周象形文字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顾小姐，这茶壶可否能捐赠给博物馆？别什么好东西都捐赠给你们博物馆，然后给一面锦旗500块就打发了。这是他祖祖辈辈收藏下来的，你看清楚，不是土夫子货，也不是水货。你用这茶壶喝茶吗？看看茶渍都没洗干净。行了，这茶壶卖给我，我不怪你。他铺垫这么多，就是为了买茶壶。穆老当即不同意。不行，好货都给你了，我收什么？那就公平竞争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。微微，你看这样行吗？顾灵微点头，内心有点懊悔。他属实没想到会如此珍贵，还是西周的物件。3.5个亿，5亿。丑造型茶壶最终以6亿价格被张老买下，经协商100个瓷碗借给博物馆展览。穆老和张副馆长以80亿的价格买下了700个瓷碗。顾灵微瞬间暴富，成为小富婆一枚。穆老、张副馆长，若是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顾小姐，下次有好东西记得找我们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开车来了。最近发财了吗？居然买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更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
好，我这就去看看。那你注意安全。顾灵薇回到家后，发现炸药已经送来了，当即给萧华转了7000万的尾款。萧华今年已经在顾灵薇这里赚了1个亿，高兴不已。随后，顾灵薇给陆清晨写了一张纸条：陆清晨，炸药到了，我马上把炸药传送过去，切记远离高温，不然整个镇关会被夷为平地。顾灵薇把纸条丢进花瓶，可这次却传不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传不过去？难道是陆清晨那边发生了什么？顾灵薇瞬间心慌起来，继续用意念传送，纸张在花瓶上空消失。可5分钟过去，依旧没有任何消息回复。镇关将领们很是焦急，收到了神明的纸条时，都十分欣喜。当他们书写回信给顾灵薇，让她放心投递时，却发现信件投不过去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无法回信给神明，他不确定何时传送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万一他不送了，将士们怎么办？顾灵薇焦急等待半个小时，依旧没有回信。他是受了很重的伤，还是本人不在花瓶旁？他不会死了吧？我努力扭转你和镇关全体百姓的命运。不，你不能死！陆清晨，给你10分钟时间，我不管你是喜是活，500吨炸药我会一一送过去。你洗了，这500吨炸药就送敌人上天。几位将军看着500箱炸药落下，随后飘下白纸。陆清晨，我不知道你那边出了什么事，我传送艰难，大脑被针扎一样痛。500箱已是今日极限，你找人守住炸药，切记千万不能沾到敌军带火的箭。没有将军在这边接收，神明送的异常艰难，哪怕法力高超，依旧头痛欲裂。神明为我们付出太多了，500箱或许不够，但能够拖慢敌军进攻节奏，这就够了。陈奎刚交代完，将领们从东南西北4个城门埋放炸药。陈将军，不好了，镇关被包围了。55万大军压境，明明是必死之局，可他们却丝毫不慌，只因他们有神明送来的先进武器。紧接着，他们操控绑了炸药的无人机飞到敌军上空，随着炸药的落下，一声巨响在蛮军堆里炸开，瞬间一波又一波人倒下。这批蛮军早已见识过炸药的威力而心生恐惧，但他们的首领却不以为然。所有人攻城，谁当逃兵，斩立决。紧接着第2个炸药落下，死亡面积是刚才的2倍。随后是南北城门炸药声响起，楚军见对方使用炸药，直接下令撤退到秦弩范围之外。齐军在炸药上吃了大亏，齐宣衡直接下令退兵到3里外。只有蛮族不怕死，继续攻城。一阵地动山摇的巨响，直接灭掉几百人。如今看来还是我太轻敌了。罗葛说的一点不冤，对比镇关城内的粮食和水源，秦弩、炸药才是杀人夺城的利器。听我命令，全军撤退至5里外驻扎。3方首领再一次碰头。2个厚颜无耻的东西，居然敢欺骗本王！为何不提醒本王？你们上次输了就是败在炸药上，让本王损失足足大几百人。齐宣衡心情颇为不悦，昨夜搜陆清晨，找到半夜连个脚印都没找到，本就有怨气，如今漠北王还兴师问罪。你的弟弟罗葛被炸废双腿，自己不上心，还来怪我们，是你自己蠢。蛮军洗了10万，纯粹白洗。北吵，现如今怎么办？我们攻打镇关是远道而来，所带的粮草本就不多，天气炎热还缺水，若是攻打不下来，消耗掉的士兵另说，但再也没有第2批资源攻打镇关了。日后陆清晨反攻，我们未必有抵抗之力。看似一个攻城之战，背后是几个国家想要活下去的谋划和决心。退兵是不可能退的，攻城的话，他们手中有大杀器，如今我们进退两难，该怎么办？下毒火攻都对他们无用，如今只有一个办法。罗素和齐宣衡都看向他，只有消耗掉一些士兵的命，把起军手里的炸药、弓箭消耗完，咱们再攻城才有胜算。他们才4万多人，还能支撑多久呢？这个法子过于残忍了，55万人，最少血亡30万，才能把他们武器装备消耗完。若是这些士兵死了，你如何回去复命？对呀，到时楚国元气大伤，随便一个小国就能把你楚国灭了。再者，剩下的25万人就能够真的攻打下来吗？他们还有高防护装备，20万人不一定能抵得过装备精良的大骑士兵。林孝宗不由怒了，对，问难道想就这样放弃吗？你齐国内兵力没剩下多少了，主力全部征战镇关，拿不下来你只能回去等死。我们只要拿下镇关，水和粮食都是我们的，无论付出再大的代价，一定要拿下镇关。林将军，你只记得炸药和秦弩，怕是忘了他们最精良的装备是铠甲、荷塘、陌刀，砍你的士兵就像削肉一样，一人可抵10人，而我们却砍不进他们的防护服。不，他们手臂、大腿、脖子没有防护，只要能上城墙，几个人同时朝没有防护部位砍，他们有铠甲、陌刀又如何？双拳难敌4手，10几个围攻1人，谁能招架得住？镇关，陈将军，陆家军死亡人数800，受伤3000多人，能作战的士兵人数有4万8千人，降至4万4千人。一次2个时辰的攻城，就损失这么多人。若是敌军多攻几次，我们迟早被耗死。昨日送来的消毒药水还有吗？有的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接触伤口。没药了，先用消毒药水清洗伤口，至少保证伤口不会被感染。如今将军不在，没有人给神明投递信息，说镇关缺药，不知道这些消毒水还能支撑多久。而顾灵薇这边迟迟没有收到陆清晨的消息，猜测他是受了很严重的伤，陷入昏迷，于是拨通了药商大哥的电话，制定了一整套的医疗器械和大批量药物。医疗器械需要电，他又制定了3台柴油发电机，全部送货上门。他们都瘫坐在城墙下，面色灰败，对近在咫尺的饭菜毫无胃口。
这时花瓶飘出信件。20分钟后，我会投放3000多箱炸药，准备大仓库存放。我还购买了大批量药物、手术器具、医用器械和几台发电机，2个时辰后就到，安排好仓库接收。神明的药物真的太及时了，若不是他，那些伤员只能等血。现在当务之急，马上要找人搭建帐篷，接收大批医药器械和炸药等物资。我先是往花瓶里丢了几台发电机，谁知古代大将军开了个制衣厂。随后我把医疗器械丢进花瓶，结果古代军医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重伤士兵。当他们喜极而泣时，我往花瓶里投放了大量的对讲机和一台车。陈将军，这是如何使用医疗器械和如何运行发电机的解说视频，3000多条人命终于有救了。所有人都欣喜不已，宋军医立即带着平板电脑过去召集军医，诊治受伤士兵了。莫凡见有3台柴油发电机，向陈奎要了1台，随后落下的是大喇叭、对讲机和太阳能监控的使用视频。这些可是大齐国没有的神物，原本将军走后还以为不能和神明联络，可如今神明依旧在送物资帮我们打胜仗，能认识神明这辈子值了。所有人都围聚在莫凡身边，查看物件的使用方法。2人距离很远，依旧能用对讲机通话，这不是千里耳吗？此物真是太方便了，有大喇叭巡回播放，以后叫士兵起床操练，不用一个个挨过去叫，大喇叭一吼，全都得起床。这个叫监控的东西安装好，连接信号，随时都能查看监控下的画面，这不就是和无人机一样的高科技吗？是啊，无人机能飞，监控不能飞，对我们来说比无人机更实用。靠太阳能充电，不怕刮风下雨，都能看见监控下的画面。天哪，扭动这个方向盘就能操控4个轮子的方位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个呀，本世子也有一辆，走，带你们兜风去。这车坐着真舒服，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。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，只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5万，刚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等大将军回来，我也要买1辆。他们被这些高科技产品彻底折服，连连称奇。世子，这些东西就交给你研究了，我们几个粗枝大叶的看不明白。翌日清晨，父亲，不好了！昨夜起军放鞭炮，吓跑了我们2000匹战马，如今我们只剩下1800匹马了。宗主，昨夜我军跑掉足3000匹马，现如今只剩下1600匹饿得走不动的马。林孝峰和齐宣衡怒不可遏，出血了几个看管战马的千夫长。2国已快弹尽粮绝，蛮族昨夜被马蹄践踏2000多人，跑掉5000匹马。罗素气愤地砍死10几人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正关就是一个巨坑，起军根本没出城。大喇叭天上一喊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3国联军当猴一样戏耍。昨夜损失惨重，他刚萌生出退出想法，就有士兵来报：爸，大王，昨夜漠北王庭遭受重创，皇室成员皆被陆清城屠戮殆尽。你说什么？陆清城带领2000人马，昨夜在帐篷上浇火油，用鞭炮驱赶牛羊马匹，没跑出一个人就被射杀，皇室几千成员全部被斩杀。陆清晨，本王一定要杀了你！回城，本王也要拦住陆清城回城的路。罗素带着19万人马赶着回漠北时，漠北王，3国协议一起攻打镇关，你说走就走了，当联盟是什么？怎么就凭你们2个也想拦我？漠北王，本军知道你蛮族昨夜损失惨重，我们2国亦损失几千匹马，你不能因为这点挫折就跑啊！你难道就不想夺下镇关的粮食和水源，让士兵们吃饱吗？让开！双方互不相让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前一天还是铁三角的3国联军，如今却拔刀相向，真是讽刺。昨晚上你整的这一出实在漂亮，看见没？这就翻脸了。报，大将军斩杀漠北王庭几千皇族，大胜而归。你说对，可是真的。5000漠北皇族已悉数斩杀，勿念本将即将归来，你们守住镇关，莫让神明担忧。赢了，漠北皇族全杀了，哈哈哈！奇袭闪电战还得看大将军，先皇封他一品世袭爵位，不是彻底服了。赢了，大将军杀光漠北王庭老巢，太好了！难怪罗素不惜翻脸也要回去，原来是被大将军屠光了。大将军何时回归？虽有魏广几人指路，若漠北王有意寻找，大概率会在回城途中遇到，要如何通知将军？可无人机飞不了这么远。莫凡摸着老鹰的头，明白大家的意思，庄良写下回信，去给陆清晨带封信，送完信再飞回来。另一边经过齐宣衡的劝解，罗素和林孝峰停止了比试。启程，回去杀陆清晨。是。20万人你就眼睁睁放跑了，谁帮我们消耗镇关武器装备？你如今还在做攻打镇关的美梦，没见大势已去吗？陆清晨把漠北王庭皇族都杀了，他即刻返回镇关，离我面前。前有镇关起军，后有陆清晨随时会拦截退路。就凭陆清晨那2000兵马，你自诩楚国第一强国，年少于你几倍比你的镇关都拿不下，你瞧不起谁？但凡陆清晨携带大药，你10几万人马最少折损1半。若你继续猖狂，这镇关不打也罢。城墙上众人看见无人机下的场景，蛮军人马浩浩荡荡的回漠北，齐国和楚国翻脸，齐国退至8里外驻扎，楚国还在3公里内，随时攻打镇关。楚国军事实力最强，今晚出动所有无人机、骑弩、陌刀和炸药，去和楚军碰一碰，咱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游击战。太好了，
终于能动手了。困在城墙内，早就憋坏了。我明明还没死，古代大将军却为我建庙宇，封我为神明。只因我家的花瓶不仅能让百姓吃饱饭，甚至还能帮古代大将军打胜仗，就连三方联军都大半归。而今天我却收到古代大将军的见面邀请。神明，我回来了，让神明担忧是我的错。这2日我率领2000兵马斩杀漠北皇室数千人，以解镇关之困局。蛮族已退兵回漠北，楚齐2国联盟已翻脸。昨夜战士们出城和楚军大战，大胜而归，瘟疫现已控制住。另外庙宇已建好，您的画册何时寄来？我想见见你。原来如此，没事就好。画册，可我先手机里没有古装照片哎，别墅里倒是有几件古装。陆清晨，等我一会，我先去做造型，照相再传给你。不一会，顾灵薇便收拾好了，刚准备把照片传过去，花瓶就落下几张纸。神明，您不会撒谎吧？您在欺骗我吗？算了，是我太心急，当我没说过。哟呵，大将军心气高，还挺倔。下一秒，花瓶吐出一箱金元宝。刚才不是挺倔吗？怎么还主动给钱？别投了，把你的平板电脑送来，我传照片过去。平板电脑应声而落，顾灵薇把照片和纸条一起投入花瓶。陆清晨等待许久，画像还没传送来。神是不会说谎的。他往花瓶里丢下一锭又一锭金子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也只能送些不入眼东西来讨神明欢心了。忽然，平板和纸条落下，他打开平板，看见惊艳到万物都黯然失色的女子。好美啊！这就是神明的长相吗？天煞神奇，一役不过如此。陆清晨当即下令，庙中供奉的神明，按照平板中女子来雕刻真身，贴上金箔。天底下真有如此貌美的女人吗？美的不似真人，以她容貌雕刻真身，定会引得全城百姓蜂拥跪拜。陆清晨给他们看了几息后，俊眉轻皱：“是大将军，末将这就去办。”好，若是建成，本将军大大有赏。此时，陈奎、陈武急匆匆赶来。陈奎在他耳边低语：“徐怀10万人马驻扎在西门30里外，说10万人马困顿，已没有粮食和水了，要求您速速送去。”他在西门30里外驻扎多久了？好些时日了，和楚齐2国同一时间到达边境。徐怀当真是好样的，同一国家的将领，冷眼看着百姓同胞死去，没有丝毫援军之意。第一次陆家军赢了楚齐，他为何没有进城？大概觉得我们赢了也是一时侥幸，人数上的差距是永远打不过楚齐联军，何况还有蛮族在旁虎视眈眈。他在远处观望，若是镇关被破，他再度夺回城池，等于告诉世人他比大将军更强，在皇帝面前大受嘉奖。到那时，他可不只剩一品。陈奎冷笑道：“现在他知道城内有水有粮，堂而皇之身手，以为我圣旨就能接管镇关，简直白日做梦。”先回军营。将领们聚齐后，都在怒骂徐怀无耻行径。刚才我给徐怀传信，问他为何不进城，他说城内瘟疫四溢，恐扰10万兵马感染，还让我给他准备1万匹马的粮草。本世子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。将军，水和粮食绝不能给他，这些都是神明送给您的。对啊，他帮陆家军做过什么吗？张口就要，偏什么？徐怀算老几？老子明天带人出去，一发齐弩把他带走。吴三郎默默拿出小皇帝送来的2道暗杀陆清晨的密函，一道听从徐怀命令架空陆清晨的密函，陆清晨若不移交兵权，秘密处洗。哈哈，小皇帝真是不到黄河不洗心，杀我，让徐怀接管我的兵权，白日做梦。告诉徐怀以及他下面的人，想要粮食和水，自己进城来取。只要人进城，那么就好办了。将军，他们会进城吗？会，人极度饥饿缺水的情况下，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哪怕让他们杀了徐怀，也是愿意的。既然大将军如此笃定，我和徐怀手下的副将熟悉，将军由末将带人去送信吧。好，切记小心，不要让他从背后放箭。陈奎、陈武如今是陆清晨手下第1大战将，若徐怀知道2人已叛变小皇帝且无法策反，一定会动杀心。显然陈奎也想到了，要不然我带点炸药，带1队擒弩队，1队陌刀队去。可以，若徐怀油盐不进，不必和他废话，切记一定要保重性命。只要是民想要的，我一定会双手奉上，哪怕不择手段也会去完成。我明明还没死，古代大将军却为我建庙宇，封我为神明。只因我家的花瓶不仅能让百姓吃饱饭，甚至还能帮古代大将军打胜仗，就连三方联军都大半归。楚军首帅林孝峰昏迷至今，幼子凌云彻被斩达，长子凌云哲被斩断手臂后，不吃不喝在等喜。齐军国主打算退兵了。只要人还在，本军就一定有机会卷土重来，把陆清晨的宝物拿到手。林孝峰还未醒吗？是的，宗主。楚军如今怎样了？他们士气不高，楚王连下达3道班师回朝的密令，林孝峰他大哥一脉全被杀了。以林孝峰的性格，此次回去复命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或许他会和陆清晨继续拼，直至把所有楚军耗洗。君主所言确实像林孝峰的性格，他刚愎自用，要么赢，要么洗。听说徐怀10万人马在城西30里外驻地，来接管镇关，可为何不进城？他驻扎已有1段时日了。从我们在大启县人来密报，大启皇帝命他接管镇关。若陆清晨拒不配合，可就得斩杀。齐宣衡眼眸瞬间亮了。徐怀和陆清晨不和？是的，陆清晨升得太快，徐怀毕竟是领兵20年的老将，陆清晨一撇侯爵，地位在他之上。加上小皇帝并不喜陆清晨，一直想方设法除掉他。哈哈哈，岳宏啊，本军找到破局的方法了。徐怀不是想接管镇关吗？那咱们就帮他一把，你带上100个喜士，
去找徐怀，说本君愿助他一臂之力。是，君主。傍晚时，他们到了徐怀将军营帐外，徐怀带副将亲自出来迎接，见陈奎、陈武两手空空，他当下甩了冷脸，直接质问：本将军要的粮食和水呢？薛将军，你为镇关做过什么贡献？即便有圣旨，你如何有脸皮理所当然的讨要东西？晃四，你以什么态度和我说话？对，你说你是镇关将领，却连镇关半步都未踏足，即便手持圣旨，你去镇关问问，谁会信你那圣旨？别把乞讨说得这么理所当然。徐怀被陈奎气得声音颤抖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，无视军棍处置。正当徐怀的将领要动手时，陈夫人走了出来。将军，您的副将程子霄的妻子是我娘家侄女，我可能够去探望一二。去把程子霄叫来。来得匆忙，未带什么礼物，这袋粮食就当送给将军的见面礼。瞬间，所有人瞪大眼睛看着白花花的大米。镇关人的主食，每日吃的就是这种大米吗？我们从潼关一路走到镇关，全靠嚼树皮维持。这时程子霄跑出来，姨父、小姨、芸娘要是知道你们来，一定会高兴坏了。芸娘她还好吗？哦，孩子也好。徐将军，可容我去看看芸娘。收了陈夫人的大米，徐怀让程子霄带他去女眷驻扎的营帐。此时的芸娘又黑又瘦，完全没有京城千金小姐的模样。芸娘，小姑。陈夫人连忙扶住孩子，安慰她：来，先喝点水。芸娘喝得又快又急，喝了一半时，她把剩下的水递给程子霄，程子霄接过一饮而尽。芸娘和孩子我要带回镇关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？夫人，这不符合规矩。规矩？你和妻儿都快乐喜，你竟然还要和我说规矩？你看孩子又小又弱，天天吃草根，怎能活下来？这事我不是同你商量，而是在通知你。姑姑，真不能带他走，徐将军会生气。哼，他生气就让你们都得要喜吗？我带芸娘去镇关吃米粥，吃肉糜，水无限量供应。你若是想为他好，不要再阻止。附近帐篷的家属全部伸长脖子偷听。依陈夫人所言，镇关简直是天堂，有10多名护卫在。陈夫人成功把芸娘和孩子带了出来，刚出来就看见陈奎、陈武和20多随从被徐怀的人马团团围住。他家的聚宝盆连通了2000年后的现代，只需往里面投放几个破瓷碗，不仅能种出先进的武器，还可以种出取之不尽的粮食和水源。可今天却引来了一群强盗。本将军劝你们回去告诉陆清晨，交出粮食和水源，否则皇帝不会放过他的。还有你们，居然敢无视皇帝的密令！少用皇帝密令要挟，若真在乎，我们早就对大将军下手。你猜为什么我们不下手？因为大齐可以没有小皇帝，但不能没有大将军。放肆！你竟如此大逆不道！什么叫大齐可以没皇帝，也不能没大将军？你们这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，公然造反！放箭！下一瞬，无数支弓箭射出来，包围陈奎、陈武的人瞬间全部毙命。陈奎把他们安排上了马车，上马后居高临下看向徐怀。将军让我转告你，想要粮食和水，自己来镇关，只知道躲在城外，看着镇关沦陷的废物，你不配为大齐将士，凭什么理所当然的享用将军供养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胆敢不服从圣上旨意，是准备造反吗？想用皇权来压我，则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镇关被蛮族包围时，皇帝哪怕送来几日粮草，我等众将士也不至于如此寒心。你看看你的士兵，多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？你为了权力，愿为帝王卖命，你可想过下面人的喜祸？我陈奎在这里放话，谁愿意跟随我去镇关？肉粮食河水管够。当下就有士兵想跟陈奎走，他们一触及徐怀那吃人般的目光，又默默使起心思。陈奎见状，把携带的大喇叭摁了开关。镇关陆家军招募新兵了，新兵每人每月能领到8斤大米、10斤白面，截止日期3天，3天内愿意追随陆家军者，军队安排住所，可夺得一批布粮。不只是士兵，就连家眷都心动了。若不是被士兵武器以武力镇压，恐怕会连夜跟他跑了。副将李虎想要去追，别追了，先回去。将军，您是要接管镇关的，就让他们如此侮辱您，您咽得下这口气，末将可咽不下。看住所有人，谁敢半夜偷摸离开营地，就地斩嘎！李虎不甘心道：是将军。陆清晨的武器装备精良远超我之上，就连楚齐两军都无法比拟。难道陆清晨他会造反？翌日，陈奎汇报徐怀营地情况。将军，徐怀10万人马缺水缺粮，士兵瘦骨嶙峋，家眷更是饿得皮包骨，他怕是快撑不住了，这几天就会进入镇关。楚齐营地传来消息，凌啸峰已醒了，楚王已下5道密函，让他班师回朝。他仍旧没有执行退兵的命令，估计是要和镇关洗磕到底。齐国也没退兵，似乎在等什么。到大将军，虞国使者在城门外求见。将领们十分惊讶。虞国君主宗获荣敬上，大将军抵御蛮族的丰功伟绩，理应受万世敬仰。齐国皇帝眼瞎，竟要夺取你的兵权。若你愿意离开齐国，本君会委以重任，让你统管虞国兵权。陆家军和镇关8万百姓一并接收，并且给每位百姓都分田地。若你不愿意离开镇关，那也没关系，我让使者准备了大量金银玉器，向你购买一批粮食。天下大旱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，他出点钱开口就要粮食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若此事和神明说，大概神明会同意。
陆清晨提笔给神明写信，述说了与国钱财换粮食和水一事。我拒绝，钱财虽重要，可一旦和与国交易，等于昭告天下，镇关有粮食有水，快来抢！楚齐两国放出消息的原因是吞不下镇关这块肥肉，只能邀其他国家一起攻打，其他国家见三国联军都无法拿下，所以哪怕出钱购买，也不愿加入攻击队伍。神明不愿我陷入危险中，所以拒绝了。他永远都在为我们镇关百姓考虑。你告诉城门口的与国使者，本将军不同意交易，你拿一些饼子和水给他们，再把人送回去。是，将军。经过此事，陆清晨意识到聚宝盆的事，恐怕已全天下皆知。三国联合无法攻打镇关，若是4国、5国联合呢？就算陆家军装备再精良，4万多兵力又能支撑多久？眼下镇关最缺的是兵力。俗话说，身怀巨富又无自保能力，别国就会毫无理由抢你。今日从徐怀军营中来了500多人，都是女人、老人、孩子，暴晒一天才到达镇关，挺可怜的。这些人都安排妥当了吗？将军放心，夫人办事牢靠。徐怀那边还是没有军人过来？没有，我也纳闷，那晚大喇叭广播的这么清楚了，那些士兵竟然不动心，还是徐怀下了死命令，但凡叛出军营，违者必斩。镇关士兵人数少，一直是他们最为头疼的问题。上次接收的2000楚人，现在如何了？这群人一直由吴三郎管理，宴席处军时，他们没有上前线，在后方搬运物资。这批人员比混迹在军中的细作更可靠。将军，您难道想拉拢楚人投兵？正有此意，你通知吴三郎，让他下面的楚人回乡把乡民带来充军，给10几匹马，粮食和水管够，从密道出发，7日内把人带来。参军按照新兵入伍给军饷。此法可行，天下大害，到处民不聊生，管什么人？但凡愿意加入陆家军，都是大将军的人。几天后，莫凡急匆匆来找陆清晨。我刚在玩无人机时，看见徐怀营地有上千人，浩浩荡荡往镇关方向出发。这次来的不仅有女人，还有许多士兵。陈奎带一队人骑马，拉上木板车，出城接人。陆家军缺少兵力，只要有人愿意来从军，本将军都欢迎。我家的花瓶会土古董，我转身就开了古董店，可今天却接到了博物馆的来电。喂，为了我和考古人员研究，发现你捐赠给博物馆的10个碗中，有2个是大将军陆清晨生前用过的。什么？陆清晨用过？不可能啊！关于大齐国的历史，野史上记载最多是少年将军陆清晨的英勇事迹，所以博物馆想对陆清晨开齐国专场。你去家里找找，还有没有陆清晨其他的物件，最好他生前使用过的。血衣、染血麻布绷带、带血断刀片，算吗？没听清楚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觉得有点难。没关系，馆长想挂一张陆清晨的画像，放在专场 C 位，你去找找有没有关于他长相描写的资料，咱们最好贴近历史人物去画。这个不难，我去想想办法。姐，事情交给你了，完成后记得联系我。好。顾灵薇给陆清晨传去纸条，博物馆想开一个你的专场，你有没有画像？若是没有，画一张给我。很快对方传来纸条，神明，非要画像不可吗？是的，若我有机会把你画像放在博物馆里，让人瞻仰，那一定是做了流芳百世、族谱单开的大功绩。不管过了多少年，永远都会有人记得你，缅怀你。所以神明希望我永远被人记住，我会为你刻碑，建立神庙，把您丰功伟绩刻在碑上，不论过多少年，都会有人记住你。我做这些小事和你比起来，无足轻重。不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若不是您，我和众将士恐早已死亡。这次画像和信件一起传送了过来，顾灵薇看呆了。好帅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你长得好帅啊，帅气无人匹敌，有倾倒众生的相貌。不，我这相貌不及神明万分。看这小嘴甜的，可真会说话。神明，我有一事相求，神明可否再采购一批炸药，切诺、复合弓以及复合弓专用的箭？陆清晨把楚军即将弹尽粮绝，徐怀勾结齐国通敌叛国，准备暗杀他。漠北王罗素将带领20万蛮兵再次兵临城下，下一次战役将会发生在3天内的事情。跟顾灵薇说了，不是三方联合攻城退兵了吗？为什么他们还要卷土重来，且比前面2次还要猛烈？若是敌军不怕死，用堆人头的打法，镇关未必能承受这样极端攻势。顾灵薇也跟着着急了，他立马拨通了萧华和仿古兵器老板的电话，让他们立刻把炸药、秦弩和复合弓送过来。忽然花瓶冒出一个古文玉佩，神明，3天后的战役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赢。此玉佩是母亲遗物，对我来说非常贵重，我赠您，算是替我保管。等我赢下大战，此玉佩是他母亲说送给他未来的妻子，他却很想送给神明。陆清晨，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将军，这场战役你一定能赢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的。是不是赢下这场战争，镇关不再被围困，百姓们也能获得自由了？是的，若是赢下3方围攻，没有国家再敢觊觎大齐，100年内无人敢再犯。陆清晨，你要加油，要好好活下来。你答应过我，会统一华夏，征服海外，你不能食言。许久花瓶才传来回信，好，我答应你的，一定会竭尽全力赢下战争。我相信你，可我要怎样才能帮助你打赢胜仗？要是有枪支弹药就好了，但国内明令禁止出售，就算去国外购买，我没有门路，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不一会，送复合弓的老板来了。顾灵薇付款后，小声的询问老板，这复合弓还是不够力道，你有没有那种猎枪能够打野猪的？我做的生意那边野猪泛滥，县里组织人员猎野猪，但效果不太好。要的数量很多吧？是，附近几个大县都被野猪毁坏不少庄稼，损失高达大几百万。
妹子，我替你问问，不一定有货，10几支猎枪应该能拿到。太少了，我最少要上万支。行，我替你问问，明天回你消息。顾灵薇回到别墅就看到满满一屋子的钱财和一封信。正官此役艰难，众将士不想自己出生入死才得到的奖赏，落入敌军手里，遂全数献与神明。陈奎10箱钱财，陈武8箱，吴三郎6箱，田锦5箱，莫凡2000多件黄金珠宝首饰。小世子简直太好了，他立马又给防弹衣工厂老板打电话，让他们明天赶快送一批过来。要是我能去东东购买 AK 就好了 ，AK 在手，天下我有。此时花瓶冒出一道光，仿佛能带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。我只是瞬移了时空，没想到却让古代大将军大胜3国联军。就在刚刚，花瓶把我带到了东东，我立马就找人购买了大量的 AK 和炸药，偷偷把 AK 和使用方法投入了花瓶。这些是 AK47，最大射程3000米，有效射程300米，能连射30发。即使敌军有再高的武艺，在 AK47 面前都是螳臂挡车。只要学会操作方法，别说3国联军，整个天下都是囊中之物。这 AK 竟如此厉害吗？神明都说厉害了，那肯定是好东西。莫凡，你带领大家去操练，争取在战争前学会。说着把使用方法各发了一份，也给自己留了一份。听着很牛啊，我去研究研究，定能打得楚奇蛮军头破血流。小兵通过无人机窥视到齐宣恒和林啸峰在密谋什么。将军，这2人准没憋什么好屁，若是能够暗杀，晚上摸进去杀了。晚上摸过去只怕是难，不过能丢个炸药。正当陆清晨让人去准备炸药时，孙亚达凑过去，放大画面，读着唇语。明天晚上，漠北王罗素带着20万人马到达镇关，最多后天集结完毕开始攻城。此次若无法攻入城内，楚奇蛮皆损失惨重。林啸峰，主王不会放过你，你只有拿下镇关才能活下去。为了给你儿子报仇，主军第一批冲锋陷阵吧。不可能，我攻东门，你攻南门，罗素攻北门，大家各凭本事。多说无益，等罗素带人马过来，大家再分工。3方联合，配合默契才能攻下镇关。而你成天想着采战友尸体上位，有你这种人，镇关才迟迟无法攻下。等罗素到达镇关，我会和他配合。至于你，哪凉快那待着去。将军，他们说的话我都如实告知，应该不会有错。做得好，去议事厅桌子上拿1瓶可乐喝吧。魏广满面惆怅地问：将军，后天大战可有把握？无妨，就算到时他们50万大军一起攻打镇关，只要我军把 AK 熟练操作，加上无人机和炸药，也有和他们一战的实力。时间来到2天后，大将军，楚奇蛮3军正在向镇关靠近。众将士准备放炮和射击。随着惊雷般的声音，楚奇蛮的士兵不断突袭，短短几分钟便有上千人倒在了血泊中。他们手里的东西是射程那么远，威力如此大。面对陆清晨的 AK 和大炮，3军毫无还手之力，如今他们再也无法攻下镇关。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，我的儿子死在镇关，15万兵马也亡在镇关。城墙下爆炸声起伏不定，1个时辰后，最后几千楚奇蛮军全被杀光。林晓峰、齐宣恒、罗素，投降吧！你们的人全部都死了。陆清晨，若不是背后有神人帮你，今日你不可能赢。呵呵，所以呢，成王败寇，今天是你输了。哈哈哈，我连你老子都不怕，要不是有神明助你，你能赢？哈哈哈，是天不助我林啸峰这一局败得冤枉啊！话落，他一剑封喉了结自己。齐宣恒和罗素见大势，也是想逃之夭夭，最终还是倒在了血泊中。所有人都在欢呼：将军，我们以后都能出城，没有人再能围困我们了。是的，镇关自由了。无数百姓大笑欢呼，孩子们开心地跳起来。我们能长大了，能活下去了。老天爷啊，总算开眼了，让将军赢了胜仗，镇关不再被围困，我们能活着走出去了。镇关能退敌，都是陆家军和百姓们的功劳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多谢被围困1年里，大家没有放弃镇关，英勇抵抗，感谢神明拯救全城百姓，祝陆家军赢下战争。感谢神明拯救全城百姓，祝陆家军赢下战争。我等在此谢谢神明。此时徐怀的人在城外大喊：徐怀将军奉皇帝旨意，率10万大军接管镇关，请速速开门，迎接徐怀将军和10万大军入城。他明明凭一己之力赢了3方联军，可皇帝却要夺他兵权，除之而后快。大将军，徐怀将军率10万人马在西城门驻足，他们在敲门，要求大将军出城迎接圣旨。他什么玩意？真以为我们不敢把他勾结敌军的事情呈到朝廷上？你告诉他，我镇关是绝对不会放任何叛国贼入城。不行，我越想越气。将军属下现在就去城墙上，一发子弹把他带走。这种人留在世上就是祸害。从密道出去，若有愿意追随陆家军者，带回充军。是，将军。至于徐怀，本将军没有亲手拔他，已算仁至义尽。他那所谓的圣旨，本将军打赢胜仗，皇上怎会让人接管镇关？一定是假的。对，就是假的。徐怀假传圣旨，其罪当诛。属下这就去清君侧，把假传圣旨的徐怀砍了，给您助刑。顾灵薇刚到家，花瓶飘来一封信。神明，我们赢了3方联合围攻，楚奇蛮团灭，多谢您送来的 AK 和炸药，镇关自由了。太好了，哈哈哈！少年将军走出镇关，剑指中原腹地，配上 AK47和大炮，距离一统华夏还远吗？紧接着，顾灵薇又把10万支 AK 和大量的子弹以及大量炸药投入花瓶。将军，
陈奎、陈武将军灭了徐怀和他的心腹，带着10万人马回来了。陈武担忧地问陆清晨：“将军，楚齐蛮3军被灭，镇关不再被围困，皇帝一定召你回京，你如何回应？”大家都知道，一旦回京，陆家军兵权会转交给其他人，但不回京家人又都在京城。此时大家都陷入沉默中。徐怀人马已收编，下一步镇关田地又种起来了，接着就是招兵买马，征战华夏。将军，要不咱们反了吧？小皇帝他为民做过什么？整天就知道和苏丞相排除异己，残害忠良，他根本就不配为帝王。是啊，将军，陆家军打退50多万敌军，非但没有加官进爵，反而要被夺去军权。咱们杀回皇宫，您做皇帝，谁敢不服？陆家军这么辛苦守住江山，凭什么还要让给一毛不拔的大齐皇室？但凡皇帝把我们当人，我们也不会如此心生怨怼。此时花瓶落下大量的 AK 炸药和子弹。神明真的是太好了，又给我们送来了那么多厉害的武器。有了这些武器，再也没有人敢攻打我们了。将军，有了神明送来的武器，就算我们现在杀回京城也是必胜的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皇权？皇权是天下最大的权力，掌握着天下人的生死，凌驾于万物之上。皇权固然凌驾于万物之上，但是我想问问，这权力是谁给的？权力是开创者赢来的，皇权则是除了尊贵的身份外，还要拥有着智慧和魄力才能拥有。皇权固然和出身有关，但是纵然历史，皇权更替多次，当一个王朝只知道集权，无视百姓的生死时，那个王朝离覆灭已经不太远了。所以皇权从来就不是靠争斗抢来的，而是天下百姓给的。莫凡愣了一下，你说的对，小皇帝拥有这些权力太过容易，就觉得理所当然了。是的，因为皇族中人得到权力太过容易，就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因为有这种感觉，就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错。将军，您将来要是做了皇帝，一定是个济世救民、开疆拓土的好皇帝。陆清晨，我也支持你反，你考虑一下吧。半个月后，本将军带领10万大军回京。将军，好消息，宋铎将军带来了20万农民起义军，快去打开城门，迎接新兵。将军，末将归来迟了。宋铎将军辛苦了。将军，他叫吴力，是农民起义军领袖。什么领袖不领袖的，乡亲们信任我，兄弟们把性命交给我，我不过是给大家出主意的人。大将军，我知道您打败了3国联军50万大军，太长我们杞人的威风了。接着他不好意思道：“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宋铎兄弟说这边有粮食和水，我索性带着下面兄弟来镇关投靠，您不要嫌弃我们。”我不会嫌弃任何人，也欢迎诸位来到镇关。你是支农民起义军，壮年男子居多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参军。好，我答应加入陆家军。你不会后悔加入陆家军的，咱们新兵每人每月能领到8斤大米、4斤面粉、2斤菜、1包食盐。真的？是，兄弟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信你，哈哈哈！大家都有粮食吃了。顾灵威刚拍完艺术照回到别墅，就看到几百箱古器、金银和一封信。怎么那么多金银珠宝？神明，我们赢了3方联军，小皇帝却派徐怀来接管镇关。你放心，徐怀被我解决了。现在镇关有30万大军，过几天我会带10万人回京，带海星河宴，期待与汝相逢。婚书下压着封官匣佩、合婚庚帖和几百箱古器金银。天呐，这是求婚吗？顾灵威一脸懵逼，但并不反感。其实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早就喜欢了这个古代大将军。胜利后的镇关又是怎样的场景呢？我家的花瓶把我送到了2000年前的古代。啊，这是哪里？难道我这是穿越了吗？神明，你怎么能过来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居然看到神明了。疑是仙女下凡来，回眸一笑生星华。神明和我们大将军简直太般配了。恭喜2位宿主终于见面，花花已升级空间，可容纳千军万马，并且能瞬移到宿主想去的任何地方。那我的小金库怎么办？我还能回到现代吗？这个宿主不用担心，你的小金库在花瓶里面，可随用随取。另外，你只需默念，随时可以回到现代。哇塞，这花瓶太神奇了，不仅可以把神明带过来，还可以承载千军万马，岂不是还能潜伏进皇宫，把大家的亲人解救出来？太好了，这样就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，岂不是可以直接杀进皇宫，灭了小皇帝和苏丞相？是啊，将军，有了花瓶的神奇功能，离你平定天下又近了一步。我也觉得此法可行，皇帝不作为，那就让能者居上。有了想保护的人，更加坚定了他要反的决心。有了神明的支持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吴三郎、田琴、宋铎、何红分别先带一批人把大家的亲人救出来，然后带一行人去大臣们的府邸走一趟。2日后，陈奎、陈武随我去朝堂上。是，将军。对了，你送的那些金银珠宝是什么意思？神明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我本不该这样，但我就是想把我有的且最好的送给你。我想娶你，我愿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顾灵威满脸错愕中又带着点小惊喜，毕竟他也是第一次被喜欢的人当面告白。我愿意与你同行，和你一起面对一切。众位将士，皇帝被奸人控制，随我回京秦王。皇宫，陆清晨未经传召私自回宫，你可知是什么罪？交出兵权，朕可饶你不死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。大家读出来吧。顷刻间，大殿被团团围住，大臣们看着陆清晨手上的东西，一个个都闭了嘴。你这是谋权篡位，你可别忘了你的母亲和兄长还在牢狱中。是吗？你不辨是非，残害忠良，根本就不配为帝王。
谋朝篡位，陛下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自古以来都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此乃天命，众望所归。哈哈哈！好了，陛下您该上路了。3日后，陆清晨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静安，封顾灵薇为后，昭告天下，四方来贺。顾灵薇其实并不喜欢做皇后，别的不说，光封后大典就把她累得够呛。我跪跪站站折腾了一整天，腿都是酸的。陆清晨替她按着小腿肚，温声道：“休息一晚就好了。”虽然但是，可还是很难受啊。哼，都是你的错，没事做什么皇帝？我也不想的，毕竟我要是不做皇帝，你以后可能还得受气，见到某些人还得下跪。你说的很对，所以今天累一下，我觉得我也能忍。一切都水到渠成，小姑娘的眼角沁出了泪花花。15年后，微微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感谢你的出现，给了我这一切美好。都说过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要和我客气。要的，你是陆家军的恩人，也是我陆清晨此生的挚爱。是的，陆清晨这么多年以来对顾灵薇的感情始终没有变过。微微，现在国泰民安，静儿也已经长大了，而且这小子的心性比他老子还要沉稳，智慧也在我之上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了10几年已经够了。静儿还这么小，你就忍心？14岁不小了，我15岁的时候已经带兵出征了。哪有你这样做爹的？微微，我想趁着还年轻，带着你四处走一走。要去云游四海吗？这个可以有。母后，婴儿想喝你包的榴莲排骨汤了。